3个孩子，哼哼，国师的秘药竟对他无用啊！你办砸了，主上饶命啊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男人挥了挥手，很快地上跪着的人便被拖了下去，再无踪迹。他对着空荡的房间轻言道：我要大梁皇帝死在皇宫，你可能办到？似是有人回应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隔日一早，苏锦再次进了宫，今日他要将崽崽们都接回来，想想还怪不舍的。常德亲自来接，很是殷勤地将人领到侧殿。您稍等，老奴这就去通传。3个崽崽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说先生和皇祖父是吵架了啊，可真愁人。他们要帮谁呢？近来课业还顺利？二宝闻言，不慌不忙地站在前方，胸有成竹，乖乖地等先生考教。乖宝有些心虚，脚不自觉往后退了退，眼看就快要缩到角落。二宝将他往前拽了拽，大宝却不知道是自信还是心大，直视先生，笑得眼角弯弯，企图蒙混过关。轩辕纯扫了一眼，还没开问，心里便已经有了底。这次他反而没有再问课业之事，与他们说起了自己这一路的见闻。明元帝目光悠悠地盯着看了半天，坐在对面一动不动，就是不愿离去。殿外的常德已经状似无意地来过多次，欲言又止。明元帝理都没理，哪还有心思处理政务啊？怪孙孙还小，万不能被这人骗了去。就在此时，常德又走了过来。看不到我孙孙要被人骗走了吗？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皇上，苏姑娘来了。看着对面还在畅言的人，故意提高了声音道：苏锦来了，那还等什么？快快请进来。娘亲来了，娘亲说肯定会带我们回家，肯定是想我们了。轩辕纯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，明元帝挑着眉与他对视。苏锦随着常德一步步走了进来，忽然脚步一顿，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。苏锦行了一礼。3个崽崽看见娘亲小短腿迈得飞快，娘亲，你是不是想宝宝了？苏锦看着他们飞扬的小脸儿，心里一暖，真有些想了。他弯下腰，挨个亲了一口，并不想呢。3崽自动忽略了他的话，笑得开心。他们的娘亲就喜欢口是心非，亲得这么用力，明明想他们想的不行。是来带孩子回府的，那便走吧。明元帝神情一愣，这才想起貌似今日几个孩子便要回去了，可他怎么记得是明天呢？难怪一早皇后眼眶都泛着红。那个以后多带孩子进宫啊，我让常德给你拿个牌子，什么时候想来都行，天天带来那是最好的。不多时，捧着一物走了过来，他躬身向着苏锦递去。苏锦也没客气，便将那烫金玉牌收了起来。明元帝很是满意，目露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，不扭捏，极好。这位公公是在哪个殿内伺候的？轩辕纯看了他一眼，将几个孩子往身前揽了揽。奴才是常德公公手下随侍太监，伺候皇上起居。苏锦轻笑一声，没说话，也不再继续走。小太监有些着急，却也不敢催，身体不住地冒着虚汗。苏锦没再看他，朝着空中拍了拍手，3名暗卫出现在侧，带孩子去见圣上。是。小太监被这变故吓得不轻，转身便想逃。苏锦怎么会给他机会？身形极快，一拳将人砸翻在地，厉声：谁人指使？求您放了我吧，奴才什么也不知道啊。哦，那我将你扔过去试试。饶命，那里去不得呀，奴才也是被他人所迫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啊。他不住地磕着头，苏锦却恍若未见，神色淡漠地将人踹翻了过去。系统扫描到了吗？是何？宿主，是一种毒花，像是被什么浸泡过一样，可使人神经麻痹，却不致命。苏锦心思微转，深觉没这么简单，更像是个套。可这附近确实没人埋伏。宿主，我的积分又上涨了，就得方才。行，以后再说，线下多注意这些。好的。您老倒是淡定。习惯了。说话间，一群侍卫赶了过来，指了指前方的花坛，将系统的话重复一遍。
苏锦凝视一圈，准备离去，忽的一道袖箭自那群侍卫之中射了过来。苏锦自方才便没有卸下心神，早有防备，手中的金簪直直地甩了出去，两道利器瞬间相碰，发出一道清脆的声响，应声落地。隐藏在侍卫中的那人见此，闪身便走。侍卫队速度极快地将人围了起来，那人丝毫不惧，脸上带着笑意，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锦，身形极快，形如鬼魅般闪躲在侍卫之间。苏锦眼色幽深，一把匕首倏然出现在手中。喜欢笑，我定让你笑个够。那人似是玩够了，回头望着他，眼中满含挑衅。转身几个虚影便要离去，苏锦在他起跳的瞬间，素手一挥，手中的匕首犹如飞箭般射了出去。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。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有想过自己会躺在这儿吗？他见男人一动不动，摇了摇头，看来是惊喜傻了。那人闻言弓着身子，架在脖子上的刀像是无所觉，他竟败在一个女人手里。苏锦也没想现在就从这人身上问出什么，他没工夫知道他还有什么底牌，但若这个人一旦逃脱，他这人向来不喜欢意外。刀。侍卫长目露诧异，却不敢多言，将手中的刀柄递了过去。那人似乎知道自己不会现在就被杀，直直地盯着他，丝毫不避。我不知你的自信从何而来，但是你很清楚我想要你说什么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下一刀你杀不得我。他深知接下来的流程，未经审问断不会就此被处决，尤其这还是皇宫。哦，他冷笑一声，旋即抬起一脚碾在了他脸上。狗东西还挺会想啊！你们大元皇帝可不会有你如此，任你等我逃出去，这女人必死。苏锦毫不在意他的攀扯。谢谢啊，好走不送。既然黄泉路都抢着走，那自然是祝你一路顺风了。他丢下刀，看也没看，向着老爷子走了过来。侍卫长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挣扎半晌，还是没有出声。您觉得这是冲着谁来的？我何人所为？大禹这大喜备战而来。合着您心里清楚着呢。行吧，早知道这样，他方才第一刀就将人。宿主，方才积分又涨了。看来这宫斗竟成了宫斗，是在皇宫里争斗的意思。字面上的宫斗，这系统怕是不简单呐。人拿住没有？并将人给我审问个清楚。侍卫长神色犹豫，躬身道：皇上，人已拿住，只是他已经死了。拿住就去给我审。什么？人死了？明元帝重重一拍桌案，刚想怒骂，似是才想起崽崽们还在身侧。他深吸了口气，沉声道：何原因？侍卫长不敢隐瞒，一五一十将事情都说了。明元帝有些头痛地抚了抚额头，看了眼孩子。罢了，死了就死了吧，将这宫内好好给朕搜寻一番。皇儿这太子妃胆子也太大了，这是看准朕不会处罚他。哎呀，算了，日后让那臭小子头疼去吧。仅一日，苏锦便已成了传奇女子，不是她太子妃的名号，而是那三胞胎。打探消息的人越来越多，作为唯一突破口的百味坊自是跟着出了名，无数人蜂拥至酒楼，他们什么也不做，却能在酒楼一待便是半日，仿佛这般便能沾上三胞胎的福气。苏锦收到消息时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大笑一声：我要这京城处处可见我百味坊的身影。廖青含笑应是。苏锦现在缺钱的紧呐，唉，都是为了曾经吹过的牛啊。苏锦心思一转，那些妇人如今聚集在酒楼，这时机可真是妙啊。他从一侧的书架上摸出锦盒，侧身将系统内的药丸一半都放了进去，提笔书写半晌：这些按照用途，价高者得，记得先寻看得见效果的人试过，名气越大越好。廖青头脑灵活，一听便明白了姑娘的意思，虽未见过这等药丸，却深信姑娘所言，
利落的转身去办。童子，积分还有哪些用途？积分对他来说无用，却对系统大有用途。升级啊！上次得了多少？宿主有15个。升一级需要多少？第一次升级比较少了，才花了10个积分，越往后越多呢。宿主难道就没发现今天的我有什么不同？苏锦暗中瞥了他一眼，忍住了笑意。这筒子明显是已经升级了，想跟他嘚瑟，有意逗他，就是不接话。看不出来我哪里不一样？不就是升级了吗？还能不能有点惊喜？好了，别气了，恭喜我们筒子荣升1级，鼓掌。接着说。苏锦想也不想，一段彩虹屁便吹了出去。这个可难不倒他，毕竟家里3个崽崽就爱听这玩意儿，这业务他熟。这宿主竟爱说实话啊！趁热打铁，这2日带你再升级去。这规则还挺松的呢，只要是在皇宫里，应该都算。他总是觉得哪里不太对，怎么瞧着像是给他家系统开了后门似的。苏锦深深地看了一眼还在傻乐的系统，若是没猜错，他家这傻筒子上头应是有人罩着呢。啊，挺好的，就算以后脱离了我，也不用担心这货被人欺负了。下了朝，男人处理完事务，拧着眉心看了看天色，可谓归心似箭。孩子们还等着听故事呢，定是等急了。轩辕纯背着手，语气不急不缓，耐心地指点着3个崽崽作画。孩子的创想总是无穷无尽，他从不拘着，任他们挥洒，只在一些技法上提点一二。明觉直奔崽崽的小院，脚步匆匆，待看清院中场景，前来的步子也缓了下来。先生。轩辕纯笑着点了点头，也没再看他。乖宝朝着爹爹眨了眨眼，有意炫耀地将自己的画往身前侧了侧。这可是他最拿手的课业，明觉早已将孩子们的小心思摸得透透的，学着苏锦那样给他竖起了大拇指。真厉害！夸了这个，自然少不了另外2个。他一一看了过去，都夸了一番，这才走出了院子。脚步却很慢，他下意识捏了捏手中的书册，嘴角抿了抿。苏锦远远的便看见男人一脸兴致不高的样子，望着他过来的方向，微一思索便明白了缘由。这是满腔父爱无从释放，闷心里了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还能怎么办？哄呗。他凑近一笑，这谁家郎君啊，生得如此貌美。明觉看着忽然凑到身前的笑颜，不知为何跟着接了一句：你家的。苏锦眼睛顿时一亮，没想到他会这般回。那我今日有没有那个荣幸听我家郎君讲个故事？明觉愣了愣，见他执着地望着，机不可闻地轻轻嗯了一声。走走走，崽崽们呐没有耳福，以后啊你就说给我听。明觉看了他一瞬，突然没了方才压抑的情绪。以后只说与你听。苏锦听得心里一乐，这男人可真好哄。男人的嗓音磁性温润，苏锦托着腮细细地听着。此时不知为何竟有些羡慕每日听故事的崽崽，以后这福利就归我了。2人温情半会儿，苏锦这才意犹未尽地说起了正事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那毒是大禹之人所下。你是觉得这次袭击先生的是大禹之人？苏锦点了点头，他从男人口中得知这事起，便一直记挂着。这次的事虽未证实，他也牢牢地把锅扣在了大禹头上。大禹野心极大，这次应是要挑起2国之战。理想如何？没有，我没想。男人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显然不信。那个大禹皇室富不富裕？他想干票大的。明觉一怔，是他想多了吗？弹了弹他的额头，满含无奈。大禹身为1等大国之一，皇室自是不缺财富。那就他了，带系统升级去。他脚步向外迈去，转头看向明觉：你等着吧，我很快就能娶你了。明觉愣了一瞬，阻拦的话没再说出口，冷峻的面容带着一丝别扭。不要聘礼，只要是你就好。苏锦被他这小模样勾得不行，别开眼，正经道：别人有的都要有。他没再说，踏步离去，脑子里不住地在想积分要如何赚。依照前3次的经验，显然必须是在皇宫内。他心中有了想法。
第二日，苏锦便随着明觉进了宫。怎么想着进宫了？苏锦当然不能说自己是去找事儿的，当然是为了送你啊，就在宫内等你，之后再接你回去。明觉看了他一眼，没全信，却也弯起了嘴角。苏锦表情认真地目送他离开，看着男人渐行渐远，他神情一变，他要找事儿了。他背着手，犹如遛弯似的在皇宫内转悠了起来。罗贵妃带着明熙正要前去求见明元帝，她得去为女儿求情。皇后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，这都多久了，还拿着不放。一会儿见了你父皇，多哭，别说话，知道吗？她知道这个女儿被骄纵惯了，平时也甚少管教。唉，怎么就不是个皇子？苏锦走得缓慢，一个转弯，两方迎面遇上。他有些愣，这是哪个妃子来着？当日见得太多，他只认得脸面，却没记住封号。罗贵妃也定神望去，第一眼便认了出来，竟然是她，未来的太子妃，三胞胎的母亲。罗贵妃虽是看不上，却也不敢得罪。这女子身前的护身符一道比一道硬，与她过不去，除非自己的日子太好过了，别开了眼，准备绕过去。放肆！你是哪个宫的？见了贵妃也不知行礼。罗贵妃瞪大了双眼，上前一把将她拉住。母妃，怎么了？你拉着我作甚啊？苏锦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双眼发光。这不巧了吗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他仿佛已经听到积分进账的声音。走，还得去见圣上。妃，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罗贵妃手微松一些，还是没有放开。苏锦见这到手的积分就要跑了，哪里肯愿意？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次吗？我还想再听一遍。你敢如此对本公主无礼？苏锦见快贴到他面前的手，想也不想，狠狠一巴掌挥开了。明熙不敢置信地望着红肿的手背，抬眼看去，一副要吃了他的模样。将人拿下，快点！罗贵妃按了按胸口，看了眼身旁的宫人，给我堵住他的嘴。宫人硬着头皮忙应是。苏姑娘，公主多有得罪，你也还回来了，但愿此事就此作罢。罗贵妃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带着明熙原路返回。苏锦轻笑一声，却没有应下。他听着系统提示到账的积分数，双目顿时一亮。哟，还挺多，就他了。明觉今日效率极高，一目十行，身前早已堆起了高高的奏章。怎么今日这般认真？父皇，儿臣这边已经处理妥当，就先退下了。明元帝皱了皱眉，接过奏章翻看起来。若是往日，他定是放心。但是今日他这皇儿明显急着走，老父亲有些不高兴，有意放缓了速度，翻得极慢。若是挂念孩子，就将孩子接入宫内，这样也能时常看到。带进宫啊，这样你就不用挂念了。那个薛云父定是日日与我那招人喜欢的皇孙孙相处的呀。不是孩子，是今日有人在外等着儿臣。何人？明元帝想也不想地问道，心思微转，刚问完他就后悔了。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？是儿臣的太子妃，有些粘人。明元帝嘴角抽了抽，果然在他皇儿脸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笑脸，他就不该问。走走走，给朕走。苏锦盯着门口，第一眼便看见了那个自带光环的男人。他见有朝臣在他身前，没有立即上前，远远地朝他眨了眨眼，也不管他能否看见，笑得很是开心。殿下，陈大人当时是一时疏漏，还望殿下。他既知其漏洞，为何不改？此事不必在意。说罢，没再理会他，大步朝着前方而去。待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，顿时散去了一身的寒气。等久了？没有啊，我去皇后那儿混了顿吃食，你来的正好。明觉笑着握住他的手，将人带上车驾。公主，我又来了。明熙惊得瞬间起身，他立即拉过两个宫人挡在身前，死死地将手藏在了身后。你到底要怎样？那天回来后，他母妃便把这个女人的身份说了个明白，不管他内心如何愤恨，却拿他毫无办法。他惹不起，躲还不行吗？但是这个女人自那以后却日日来他宫中，逼着他说些恶毒的话，再将他的手拍得通红，转身便走。我只得罪过你一次，你却连连凶我几日。我好歹也是公主，父皇就算再纵着你，你也不能这么放肆。苏锦悠闲地靠在椅背上，
工人连忙端来茶水瓜子，小心地往他身前递去。好了好了，明日就不来了，快，都老熟人了，流程都清楚了吧？这几日收获还是挺丰富的，系统都升到3级了。然而明熙这小羊眼看也快秃了，积分是越给越少，看来得换只羊了。明熙一听他明日不来了，呼吸都顺畅了，看着对面盯着他的人，深吸了口气，如他所愿，涨红着脸骂出一段话，很富真情实感。苏锦嗑着瓜子听得满意，抬着头示意他不要停，继续。半晌，明熙头昏脑胀，扶着宫女喘着气，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了。缓了缓神，他很是自觉地将手伸了出来。日后再想说难听的话，便想想今日。说罢毫不客气，熟练地朝着他的手背拍了下去，转身便走。明熙别开头，他这次没有难过，反而重重舒了口气。明觉这几日可谓是春风得意，他虽没问苏锦为何日日都来宫内，也只当是为了接他。这般想着，心情越发好，冷峻的面容带着别样的光彩。然而等在家中的3个崽崽却是不太高兴了。乖宝鼓着脸对着铜镜照了半天，宝宝不更可爱了吗？娘亲现在最爱爹爹，天都要跟到宫里接爹爹下朝。二宝板着脸平淡地叙述着，眼神却暗搓搓看了眼镜中的自己，左右照了照。大宝来回摸了摸自己的胖脸，确认没有瘦，满意的点了点小脑袋，眼睛无意向门外一瞥，瞬间放光，小短腿跑得飞快。娘亲，他拿着小脸蹭了蹭，大眼睛忽闪忽闪，像是在期待着什么。苏锦轻笑一声，朝着肉嘟嘟的脸蛋狠狠亲了一口。大宝瞬间笑弯了眼，小身子一扭，缩在了苏锦怀里，乖得不得了。乖宝背着小手朝他走了一圈，苏锦将大宝放下，挨个抱了抱。怎么今日没跟在先生身前？老爷子将要离开，这几日都是将孩子带在身前教导。先生他有事离开了，明日便回。不多时，明觉走了进来，看着围着苏锦的崽崽们，眼神瞬间软了下来。崽崽们唤声爹爹，却没像往日那般凑过来。明觉摇头笑了笑，坐在了对面。乖宝暗搓搓看了他一眼，小表情有些得意。娘亲，今晚我们一起睡呀，乖宝喜香香。大宝二宝也忽闪着大眼望着他。苏锦被这些小眼神闪得有些受不住，瞥了眼对面的男人。你爹爹他怕黑，需要人陪。瞬间3道幽怨的小眼神齐刷刷看向了明觉。崽崽们拧着小眉毛，朝着他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唉，爹爹他可真愁人。二宝来回迈着小步子，像是在做什么大决定，拍了拍明觉的手。别怕，以后我陪你睡。苏锦当即想笑，却又觉得哪里不对。明觉朝着他看了一眼，两人眼神瞬间交汇，一致决定将这话接过。孩子爱多想，多半是课业不够多。3个崽崽被带到书桌前，小脸带着懵，怎么好好的就转到这儿了？崽崽心里不服气，问出了思考许久的问题。娘亲，爹爹上朝，为何还需要你接？宝宝在宫里，娘亲都没去看过。你是不是比较喜欢爹爹？3个崽崽仰着脑袋，一脸认真地望着他，表情很是严肃。明觉临阵倒戈，也适时望了过来，一大3小齐齐地盯着。都喜欢，都喜欢。娘亲想起来还有事情要做，你们和爹爹玩哈。说完，步子一转，溜得飞快，还不等崽崽反应，已然没了人影。明觉瞥了眼他消失的方向，挑了挑眉，笑得意味不明。你是何人？我吗？自是可助你达成所愿之人，就是不知你敢与不敢了。大皇子沉默半晌，起身朝着外面走去。看来你已是认命，毕竟你的对手可是曾经的厉王，输赢早已定下了。闭嘴！大皇子猛地回头，目光阴狠地盯着他，就算他再如何不堪，也容不得他人放肆。若是你所说不能让我满意，那便留下吧。男子闻言，纹丝未动，朝他笑了笑。
隔日，大皇子府内的门早早的便打开了，一架车马朝着皇宫而去。今日没去找明熙玩啊？不玩了，缘分已尽，闹掰了。没7分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皇后也不问，当他是打发时间。您觉得这宫内还有谁比较会找事儿？最会找事儿的那位公主早已经嫁出去了，现在要说事儿多的，除了明熙，那要数大皇子的生母吕妃了。苏锦一听，瞬间来了精神，一点点的听他说宫内的往事，越听越来劲。妃这个人，我要去瞧瞧。望着苏锦轻快的脚步，心下叹了口气。定是我那皇儿太过无趣，瞧着把人闷的都来宫里找乐子了。皇儿不给力，还是得他出手。他得想想，这宫内哪儿还有得去的地方？正大光明的拜访，悄悄溜进去。哎呀，要什么理由找事比较好呢？还不等他思索，耳朵微动，想也没想，一个闪身躲了起来。筒子，是那个大皇子？是。话说，宿主你为什么要躲起来？谁躲了？我觉得这里待着舒服，不可以吗？你刚才肯定是在想做坏事，才会下意识躲起来。嘿嘿嘿嘿。苏锦望着天，丝毫不理他，等着大皇子走了进去，悄摸摸翻了进去，提前一步窜进了吕妃的殿内。皇儿，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吕妃见到儿子过来，还没说两句，眼眶便泛起了红意。母妃，先别哭，儿子有事需要你帮忙。皇儿，你说，但凡母妃能办到的，定会帮你。母妃，你将这东西给父皇服下。吕妃身子一晃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连连后退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母妃，儿子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你帮帮我，这东西不会让父皇出事，他不会出事。他是你父皇啊。我知道，可他心里只有明觉。想到那个人，他面色越发狰狞，更是坚定了心中所想。母妃，父皇不会有事的，这东西不会让人死，你信我。为什么要是你父皇？儿臣更想除掉明觉，这东西也是为明觉所备，但是儿臣没有机会。是啊，你没有机会，你他娘这辈子都没有机会。给！吕妃本就满心惊慌，还未转身去瞧，便被一个刀手打晕了过去。看着地上躺着的母妃，一个转身便朝着门外冲去。来人！苏锦一个跨步，捉小鸡似的将人逮了回来。然而此刻门外传来响动，眼看就要推门而入，一把样式熟悉的匕首横在了他脖子上，冲着门口挑了挑眉。见他没有出声，手里的匕首紧了紧。大皇子只觉脖子一痛，深知这个女人什么都能做得出来，朝着门外道：不要进来，无事。是。苏锦满意的看了他一眼，方才攥着的东西不知何时落在了他的手中。就是这个呀。听他的意思，这本是为他家夫郎准备的，真是煞费苦心了呢。你想怎样？没怎么样啊，你想如何，我便想如何。他本想将那东西给他服下，转而一想，还是收了起来，毒药太慢了，他等不了。大皇子见他将东西收了起来，心中松了口气，暗暗思索着逃脱的办法。苏锦像是知他心中所想，什么也没说，大步朝着侧方走去。他就这么走了？看来这个女人也有怕的，她还没胆大到在宫内杀人。惊惧的心瞬间平缓了下来。来人！殿下。大皇子回头看了一眼，吩咐几句，便带着人离开了。想到被苏锦拿走的那瓶东西，眼神暗了暗。这个女人待事成，定要第一个解决。他沉着心，不住地盘算着之后的事儿，朝着殿外迈去。就在此刻，一阵破空之音骤然响起，大皇子瞳孔剧缩，还不待反应，脸上的惊惧便永远的定格住了。男人轰然倒下，胸前赫然插着3支飞剑，一个抽搐，瞬间没了声息。远处的苏锦眼神淡漠，拍了拍衣袖，跳下了屋檐，仿佛从未来过。他不怕麻烦，却不想给那个男人找不必要的麻烦。有些人应当安静的死去。此时的明觉也在等着。自那个青衣男子踏入大皇子府，他便已得了消息，早已将明艳手中的药物换了。如所料那般，他去见了吕妃。只要他今日踏出宫殿，王爷，大皇子死了。明觉毫不意外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他当是自己的手下提前动手了。吕妃尚未踏出宫殿，
却已晕了过去。殿下，大皇子之死并非属下之人出手。何人？他早已吩咐了下去，只要证实所想，明艳他定不会留。竟有人在他之前动手，还未可知。现整个宫内已然戒严，传闻是有刺客，大皇子乃身中3箭而亡。不知为何提到剑，明觉忽的心头一跳。将尾扫干净，务必不能被人发现何人所为。是。明觉压住了心中的猜测，朝着正殿而去，望着上位有些恍神的父皇，他没说话，在一旁坐了下来，静静地陪着他。够再升1级吗？还差一点点，4级的积分比较多。苏锦也没在意，但这皇宫短时间他不会再来，3级也行了。系统空间增了几倍，见到男人过来，不自觉心情都开阔了许多。明觉看了他一眼，毫无征兆地将人拉进了怀里，什么也没问。走吧，回去给你讲故事，你最爱听的那种。苏锦先是有些懵，随即咧开了嘴角。哟，原来我爱听什么你知道啊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的！先生，你要走了。是啊，我交代的那些可都记下了。3个孩子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表示记下了。他目光一柔，也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看着苏锦，递了块东西过去。苏锦低头一瞧，竟是块玉牌。这蓝月商行我交到你手中，日后给孩子们练个手。苏锦神色不变，笑着接了下来。两人的性子都喜欢直来直去，给他就拿着。您什么时候再回来啊？轩辕纯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。仔仔们眼睛闪着泪花，眼巴巴地望着，却也极懂规矩，没有开言阻拦先生离去。不是可来大梁寻我？大梁的皇宫比大元有许多。老爷子是看我近来天天去宫内，是喜欢皇宫，又多了个升级的地方，也挺好。好，届时带仔仔去找您啊。轩辕纯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摆了摆手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先生，我们会回。轩辕纯脚步一顿，却没有回头，身影渐行渐远。苏锦在外叩了叩门扉，进。苏锦见有人在，微敛了嘴角，左一躬身朝他行了一礼。明觉拍了拍身前的椅背，苏锦也没客气，直接坐了下来。他抬眼看着左一，示意他继续。殿下，与大皇子接触的男子人已经抓到了。我知晓了，直接除掉吧。毕竟那是谁的人，他心里有数。苏锦来此找他，是为了说下大鱼之事，他要规划下路线，开干了。此刻托着腮听着他们的话，眼神无意的四处望着。男人桌案上这幅画怎么瞧着这么眼熟呢？不自觉将其拿了起来。明觉望了他一眼，汇报的左一也跟着看了过来。王爷，这绒花属下已派人去各方搜寻。绒花？你在找这个？男人点了点头。这个我知道啊，多的是，你要吗？左一心下吃惊，抬眼看了过去，又赶忙低下头。明觉扫了他一眼，摆了摆手，等人退下，他将人拉到身前。你有？哎呀，有，刚中了几个山童，你想要啊，都送你。几个山童，那为何不曾寻到？你画的这个是他成熟时，我春季刚种下，你自是寻不到。为何你总是将我想要的送来？哎呀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你是我夫郎，想要什么就跟我说呀。不就是棉花吗？反正也是为了娶她才种的。明觉一瞬不瞬地盯着眼前的女人，这个女人的爱直白坦荡，从不遮掩，被她放在心上的人真的很暖很暖。苏锦忍住笑，心下有些得意。哼，果然女子还是要财大气粗才最迷人，瞧着把人哄的。哼，我准备去一趟大鱼，仔仔就交给你照顾了，在家等着我回来娶你。我同你一起。他阻拦不了，却也不能由他一人前往大鱼，他如何能放心？苏锦看他一眼，得意中又带着些无奈。唉，真愁人呐！这男人是有多离不开我？这般粘人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苏锦手一背，很有一家之主的气势，故作严肃地看了他一眼。听话，我去办正事，很快就回。你目之所及，皆是我的田地，别的地方还有，秋季便能收获了，够吗？够了，很厉害。也就那样吧。明觉牵着他一点点地向前走去，见他心情甚好，随意道：
我想要吉武阁所授的那把汉光匕首。好，买。我想要你今晚说故事与我听。好，说。我想同你一起去大禹。好，去。啊？他说啥？刚才是不是应了什么？他眨眨眼，见他眉眼带着笑，心情有些复杂，暗中一瞥，抿了抿嘴角，没有说话。这个男人今日非得治治不可了。他故意沉着脸，刚想说话，明觉见状，将人一把揽住，深叹了口气。我会担心的。苏锦静了静，看着他眼中的柔色，软了一瞬，却没有答话。毕竟届时需要用到系统，对他这是唯一不能说的事儿。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眼神一转，心中已然有了主意。苏家三兄弟来得比预想要快，此时见了人，心里一阵高兴。秦氏没见着人时，嘴上念叨着不想，这会儿却已然上前，将苏妍、妞妞两个孩子抱在了怀里，搂了好一会儿。走走走，回家，一路都累了吧？苏锦也走上前，拍了拍面前的少年。壮实不少，不错。跟着廖大哥他们身后学了些。大哥大嫂，走回家。哎，好。他刚来京城，还有些不太习惯，眼睛都顾不上。苏大郎笑着点了点头，挠了挠脑门，眼神却不住地往秦氏看去。总觉得娘好像不一样了，这身打扮可真好看啊！怎么不认识你娘了？就是瞧着娘气色好。苏年也跟着点头。秦氏瞥了他们一眼，算你们有眼光。苏二郎苏策走了过来，他因是这次的赶考生，文书登记要慢上许多。秦氏朝着人又是一阵打量，左一带着几个侍卫早早便等在了此处。娘啊，这些什么人啊？怎么瞧着像是官役啊？哎呀，放心，自家人，日后你们就习惯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江晚跟着来京城了。啥？那个知县府的二小姐为何来京城先不说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两人是有交集吗？昨日在驿站收到他的留信。江晚竟比他还提早一步入京，他曾答应过要等他科举后便去提亲，为何这会儿却如此？是出了变故？心中满是担忧。苏锦瞧着神色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？这是看对眼儿了。放心吧，神武会派人去接的。谢谢。几人上了车架，整装待发，准备朝着苏宅而去。一架很是气派的马车急速驶了过来，身后一队护卫随行，看见前方有人，丝毫没有停缓的意思。避让！一摊贩惊叫一声，险险避过。苏家一众刚踏上车架，见这直面而来的人马，惊得瞪大了双目。马车却没有半点移开的意思。卢氏心里一紧，赶紧靠向秦氏，见他面色不变，顿生佩服。还是娘定力好。哎呀，小场面。暗中却朝着女儿看了一眼。苏锦盯着越来越近的人马，双目一眯。他已多久没见过这般嚣张的人了？想也不想，跳下了马车。还不等他行动，左一带着侍卫拦在了前方。来者何人？停下！来人猛地勒马停住，马蹄一抬，为首的骏马嘶叫一声，马车中的人可能没想过会突然停下，猛地朝着前方冲去。所幸婢女眼疾手快，一把将人扶住。郡主，您没事吧？何宁没有说话，看着掉落在侧的头饰，心中怒火顿起。他的车架也敢有人拦着？吩咐婢女将那掉落的头饰带了回去，仔细整理一番，神色傲然地取出一枚烫金玉牌，丢在他手中。去看看是何人拦在此，快点将人打发了。他来京城还有重要事要办，可没工夫应对这些。那百味方的药丸不知能否治好母亲脸上的疤。婢女闻言下了车架，直奔左一。两方侍卫对峙，左一丝毫不犹豫，就要将人拿下。慢着，此驾之中乃是郡主，速速离去，莫要拦路。说罢，他转身就走，丝毫没有给人开口的机会。毕竟提到郡主，这些人应当是识相。郡主？除了他家乖宝，这哪里冒出来的郡主啊？管他郡主傻猪呢！继续拦着，让他懂什么是先来后到。左一颔首应是，苏锦也没再看，有左一在，也省得他出手了。转身向着家中的车夫吩咐道：“走吧。”不多时，几匹车马便没了踪影，而依旧留在原地的何宁却被气了个半死。怎么回事？郡主，来人虽未说何人，却不似普通护卫。您看，
要不等上一等？他的母亲是长公主，他何曾退让过谁？就在他还准备说什么时，侍卫道：“郡主，来人已撤。”给我叫人记下，待我办完事再说。是。左一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见女主子已经走了，愣是在原地又等了一会儿，眯了眯眼，也将对方记下了。舅母，小圆哥哥，妞妞姐姐。孩子的感情就是这般直白，几个重逢的小家伙抱在一起转了好几圈，这才罢休。妞妞忍着泪，一直盯着乖宝。以后我们再也不玩捉迷藏了，你藏了好久，我现在才找到。你别哭，我错了，乖宝以后再也不乱跑了。乖宝举起手，踮起脚尖，一点点给他擦着泪。那你不能再不见了。好，姐姐，我乖。乖宝见人不哭了，小小的松了口气。两姐妹亲亲热热地缩在一旁，说起了悄悄话。大宝二宝拉着苏妍，早已围在几个舅舅身边。小家伙们情绪很高，仿佛有聊不完的话。明觉下朝，直直地朝着这方而来。他听着院中的笑声，顿了顿，微微掸了掸衣袍，走了进去。院中的人瞬间抬头望了过来，看这面相，尽管是初见，却无需询问，便知这是仔仔的爹。苏家三兄弟还不知其身份，客气地站起身打了个招呼。明觉心中一松，也平静地回应。大宝往前一冲，抱住了他的腿，软软道：“爹爹，这是舅舅。”明觉早已知晓，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。二宝左右一看，见姥姥娘亲都不在此，深觉责任重大。爹爹，这是大舅舅、二舅舅、小舅舅。明觉一看去，笑着点了点头。苏大郎有些紧张，可看了眼身旁的两个弟弟，见无人出言，他身为大哥，可不能让妹夫觉得受冷落。妹夫好，我是小锦大哥，你随他唤我就成。这妹夫瞧着比我还沉默。明觉先是一愣，随即面色端正道：“大哥。”以后都是一家人。苏策定眼打量了一番，这男人一身贵气，身份定是不凡，他也没多问，这都不重要，只当他是小锦的夫郎。在下苏策，苏锦二哥，你唤我二郎便可。苏年看了他一眼，还不知这未来姐夫对姐姐如何，态度说不上热情。姐夫，苏锦带着秦氏过来时，便见到几个男人围坐在一起，不知在聊些什么，还不等他凑近，便听明觉道：“大哥对这种作物颇有心得，不妨试试在郊外置上几块田地，我这有一些大司农寺的作物种子。”苏锦站在后方，听他从苏大郎的农田说到了苏二郎的科举，又转到苏年的学业，款款而谈，无一不精。他愣了愣，竟不知这男人这般会说话。还不等他上前，这边的苏家三兄弟已是双目放光，从刚才的客气变成了热情，一口一个妹夫，妹夫亲热地叫着。明觉嘴角含着笑，状似无意，朝着门口的苏锦看了一眼。苏家一群人很快地融入到了京城，从最初的新鲜也慢慢变得适应了。他悄摸摸起了身，蹑手蹑脚地打开了房门，正准备出去之际，想着要有一阵子见不到他家夫郎，缓缓地转过身，朝着床上熟睡的人看去。男人侧着身，深邃的眼眸一瞬不瞬，正悠悠地盯着他。苏锦这就尴尬了，还不待他说什么，男人深叹了口气，拿他没有丝毫办法。这个女人真是铁了心一人独行了。他虽不知为何不愿他同行，却也清楚这事儿他不会松口。我派了几个暗卫在你身旁，有事就吩咐他们，我等着你的聘礼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回来。苏锦上前几步拍了拍他，相信我，我很快就回。苏锦怕他再说要跟着，也没多言，一个转身，大步朝着外间走去。廖平、廖青早已等在外面。姑娘，路线已规划好，回时也安排了人手接应。走吧。几人不再多言，跨身上了马，迎着清晨的露气，向着大鱼而去。骏马脚程迅捷，苏锦丝毫不耽搁。不过10日，一行人便到了两国交界滦州。他此行只带了廖青、廖平，届时接应在外。明觉安排的暗卫一路随行，并没有现身。他带着他们，也只为安那个男人的心罢了。有人醉了，沉睡羊皮声小径遥远里燃烧。有人醉了，秋风里是树叶狂风火烧尽脑残。
有人谁念我的余黄看见踏入殿内的国师，挥了挥手，不过片刻，殿内已无旁人。余黄目光不明地朝他看去，脸上再无半点醉意。何事？君上明爵未除。哼，当初朕要除了他，你却提议下毒令他无子，如今又急着将人除去，却未能办到。国师啊，你让朕很是失望啊。圣上，此人变数极大，关乎大元国运。当初留下此人方为大吉，与大禹有利，如今他想到近来的卦象，心头越发不安。哎呀，这到底哪里出了变故？他有必要去趟大元，有些人还需亲自看上一看。朕不信什么天命主相，只要结果，朕要的是这天下。你要知道，是朕帮你逃离。国师神色一暗，半垂着眼睑，面无波动，默了默，也没再言，躬身退下。不久，宫内又恢复了一派歌舞升平。苏锦刚到大禹，依着当地的服饰换了身男装，他一路看似漫无目的，却慢慢的晃悠到了皇城之都，也大致了解些大禹的情况。这个地方女子地位极低，提及皇室皆是一脸惊恐之相。苏锦想到这一路而来所听闻的事儿，眼神暗了暗。来，筒子干活，就看今晚这一票了。好嘞！系统升了几级，扫描范围更加广。他一路不带停歇，直奔余黄寝宫。远处的守卫能避则避，暗处的人不管隐在何处，皆被他一一放倒。余黄寝宫不知为何，宫人都跪在了外边，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。不过倒也方便了他，悄摸摸取出昨晚不知道哪个妃子那儿顺来的药粉，撒了出去。不过几瞬，人便倒了下去。依着系统的扫描，此刻里面只有3人。苏锦取出早已备下的面具，戴在了脸上。系统，多注意外面，有人靠近通知我。放心吧，侍卫巡逻大半个时辰后才会有人再来，现在外面没人。这里的变故，内里的人丝毫没有察觉。余黄正搂着进来的宠妃，许是心情好，哄得美人咯咯直笑。来人，拿酒。脚步声自身后而起，他只当是拿酒的侍女。君上，瞬间勾得他心中荡漾。苏锦面无表情地自后方而来，将方才他灌了不知道什么水的酒壶放在他身前，并无掩饰，后退几步，靠在一侧，一动不动地看着。余黄亲了一口，见女人反应羞涩，顿时哈哈大笑，豪迈地拿起酒便往嘴边送。毫无征兆，一口结结实实地喷在了他怀中人的面上。妃子大惊，却丝毫不敢动。余黄一把将面前的桌子掀翻，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，狠狠地将怀里的女人推了出去。来人，将这里所有的人全部处死！还不等他回身，地上倒着的女人猛地尖叫了起来。他阴沉着脸朝人看去，却见女人抖着手指向一旁。余黄面色一变，猛地转过头，只见一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双手环抱，就这么歪着头看着。余黄被这突如其来的面具人吓得连退几步。你是何人？装神弄鬼！来人！半晌也无人反应。苏锦见此，故意往前窜了一步，对他呲了呲牙。余黄还没如何，地上躺着的女人显然被吓得不轻，一个惊惧晕了过去。你要什么，朕都能给你。苏锦眼睛一眯，猛地飞身上前，一拳重重砸在了他的腹部。似笑非笑的看着掉落在侧的东西，不老实啊。他抿了抿唇，什么也没说，将他绑了个结结实实。余黄蜷着身子，忍着剧痛。我要将这人碎尸万段。大梁之君遇刺是你的安排？你到底是谁？大元厉王所中之毒是谁下的？这些他是如何得知？苏锦可没耐心跟他绕弯子，毫无征兆的朝他左右开弓，又快又狠，接连扇在脸上。现在可以好好回话了吗？国师提议。苏锦又连问几个问题，语气很是平静，心中的暗色却越来越深。这是个野心极大、只玩阴谋的皇帝，挡路之人无论何人皆要其死。偏偏他依靠那所谓的国师还都办成了，而他家夫郎也是早早便被盯上。哼，下毒暗杀，好，太好了！苏锦猛地扯下了面具，丢在了地上。带我去国库，能不能换回你的命，全看你自己。求财，这样的人竟只是求财，就算整个国库放在他眼前，又能如何？
他能搬得走？余黄抬头看去，深深地将女子的脸记了下来。此地乃整个皇宫守卫最是森严之处。苏锦却知这里有直达的通道，地下的场景系统早已扫描过了。余黄见他给自己的腿松了绑，眼神闪了闪。国库入口在正殿之中，朕带你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国库入口在哪儿？在朕的寝宫。你猜接下来我会捅在哪里？凄厉的目光划过他的脸。下一次想清楚再说话哦，我的耐心啊不多了。你不能杀我，否则你也走不出这皇宫。我还指望着你带路呢，怎么会杀你呢？国库的入口在皇宫正殿，并非瞎说，那里守卫森严，无人能进，但是却有一条直通国库的密道，为皇帝一人可知。余黄一番复杂的操作，平静地将人带了过去，心里很是不屑。放在他面前又如何？苏锦将他的动作暗暗记下。很快，一条密道出现在眼前，越走越近，金光大盛。苏锦放眼一扫，肆意地笑了起来。系统能装下吗？勉勉强强吧。苏锦一听，手中的匕首一个翻转，扑哧一声将身侧之人来了个透心凉。现在呢？够了！毫无征兆的变故，余黄面色大骇，一口血咳了出来，死死地看着。你说我不傻？苏锦眨了眨眼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我说过吗？他认真地想了想。哦，我骗你的呀，就随口一说，你不会是信了吧？自丢下面具的那一刻，就没有想过要放过他。笑话，仇人近在眼前，他还能放走？行了行了，要咽气就快点，我忙着呢。余黄还来不及说话，一个抽搐便重重地倒了下去。余黄死了，死在了自己寝宫的密道之中，无人发现。宿主，积分够了，升级了。行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的，都给我装起来。宫殿外守候的人来回踱着步，姑娘怎么去了这般长的时间？就在此时，一道人影窜了出来，是我。见他们姑娘平安归来，皆是松了口气。余黄死了，准备一下，今日便走。这个皇城怕是要热闹起来了，这种时候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刚刚听到了什么？大禹的皇帝死了？姑娘你……苏锦瞥了一眼，没有否认。姑娘，那我们需尽快离开。至于那个据闻已经离去的国师，他得再做打算，能透过演算测得天机，若是为国为民还好。显然这个人将此用在了他处，还敢断我夫君地狱，哼！道家之法，他虽未遇过，也知并不简单。他没有贸然出手，这个人他要先查清楚。这位被他惦记上的国师，早已提前几日便离开了大禹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往大元的路。有些人他必须亲自去看上一看，方才能断定变故所在，哪怕那个地方有他这一生也不敢见之人。崽崽们在很早之前便被娘亲告知要离开一段时间，虽是不舍，却也乖乖应下，还被娘亲安排了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哄爹爹。小家伙们自觉责任重大，嘀咕了许久。娘亲说爹爹很是粘人，肯定会像他想的不行，说不定爹爹还会偷偷哭，乖宝都不会。小人深叹了口气，抓着脑门想着如何哄人。二宝背着小手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一脸的不赞同。爹爹他可真不乖。这么一说，还真令三个崽崽发愁啊。在娘亲的心里，还是我们比较厉害。三个小脑袋齐齐的点了点头，一脸深以为然。几个小身子自以为无人发觉，悄悄地溜进了明觉的书房。侍卫见状，忍着笑低头看向地面，假装什么也没看见。明觉似有所感，嘴角一勾，纸笔却未停顿。崽崽们悄摸摸靠近前排的书架，依着桌物的遮挡蹲了下去。明觉余光扫了一眼，没有抬头。
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慢慢的探了出来，将一个木娃娃放在了明觉的案前。男人愣了愣，却又见一只小手伸了出来。不多时，他的案桌赫然摆放着一大三小4个小木人。明觉一顺不顺的看着，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。这是什么？爹爹，这是娘亲呐，你再看看，这还有宝宝呢。小家伙们有些不好意思，本来就准备送他娘亲的，结果把自己的也送了出去。明觉看了他们一眼，将小木人拿在手上，望着有几分萧似那女人的轮廓，眼神瞬间一柔。他拿在手中看了许久。为什么拿这个与我？爹爹你乖，娘亲很快就回来了，要是想的不行了，就看看她，好像了。爹爹你别怕，晚上我们陪你睡。他可是还记得娘亲说过爹爹怕黑呢。他不知道那个女人临走前到底对孩子说了什么，但是这一刻心里却软得无法言喻。乖。崽崽们见爹爹将小木人塞进了怀里，对视一眼，几个小人悄悄地松了口气，这是哄住了吧。娘亲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可真是太棒了。心下有些开心，小脸都扬着笑意。但当看见仍被留在桌案上的3个小人时，崽崽们脸上顿时一阵纠结。乖宝眼睛一亮，状似无意的碰倒了属于他的小木人。哎呦，爹爹，你快收好，都被乖宝弄倒了。丝毫没给人拒绝的机会，拿着小人就往明觉怀里塞。说完，一阵风似的向外跑了。明觉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人，憋着笑，有意朝着大宝、二宝看了一眼。大宝却没多少顾虑，直接递过自己的小人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软软的叫了一声爹爹。明觉笑着摸了摸他，收下了。大宝心满意足的追妹妹去了。二宝见桌上只剩下自己的了，有些急了。爹爹，你看多了娘亲，就看看别的啊！眼神疯狂暗示。明觉也不再逗他，将几个木人都收好，温声道：弟弟很喜欢，怎么想到送这个？爹爹，你要成熟起来，不可以偷偷哭，娘亲出门还要担心你，这样不好。哭什么？小人可没机会给他辩解，叹了口气，迈着小腿走了出去。明觉无奈地笑着摇头。那个女人到底要编排他多少次才肯罢手啊？他额角突突地跳着，望着门外，眼眸越来越深。给我围起来！现场顿时一阵哗然，有怕事者见状果断离去，但更多的是留下看戏的。哎，我说这未来太子妃的酒楼他都敢闹事儿，诸位有见过这女子的吗？欧桑看着一身也不是普通人，莫不是哪家贵女？京城哪家有这胆量？那可是太子殿下之人。婢女忙用锦帕擦了擦椅子，何宁轻瞅一眼，这才坐下。他之前过来本以为轻易能到手的东西，哪想这酒楼这般不识抬举，给了他们时间准备，今日他定是要得到手。廖松闻讯而来，这位姑娘真是对不住，您之前来过，还是那句话，药丸已出，并无存留。叫你们主子出来，你也配和我说话？廖松一听这话，双目一亮。姑娘，您稍等。君主，这可是未来太子妃的酒楼，你还没嫁入皇家，能算什么太子妃？就算真是，我也不惧。本郡主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，这药丸还是给母亲长公主所用。她若是识相，何须我自己过来？婢女默了默，不敢再言。廖松这边毫不犹豫求见太子殿下。他既然要见主子，男主子那也是主子。他家姑娘走之前可是说了，无论何事直接找他夫郎，自己人不用客气。殿下，太子妃手下的廖管事求见。进来。见过太子殿下，百味坊有人要见主子。明觉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会派人去的，日后若有事直接来此。意有所指地看了他一眼。是。廖松也没多想，直接应下。此时等候的何宁见这么长时间还不来人，已是越发的不耐烦。他刚想指派护卫出去寻人，便见一对身穿甲胄之人快速将百味坊门前围了起来。打扰各位，今在座皆由太子殿下请客。他朝着人群微一颔首，转而面色严肃，向着何宁那群人沉声道：
何人在百味坊闹事？太子殿下命我等前来捉拿。还不等和宁郡主反应，他所带护卫便一个个被镇压住了。太子竟会直接来管一个酒楼之事？婢女大惊，郡主，他就是当日挡路之人，这怎么会是太子殿下的人？你们放肆！我是郡主，谁敢动我？这位郡主，您放心，有准备。说罢，身子一侧，2个身材壮实的妇人走了过来，丝毫不给人说话的机会，架着何宁直直地往外走。你们放肆！诸位请放心，有太子殿下在，日后定不会再有此事。说罢，颔首离去，身后又是一片哗然。属下送郡主离开，殿下有谕，京城您不得再踏入半步。殿下还说了，长公主来了也是如此。请吧，这位郡主。他虽是言语客气，却丝毫没给人回绝的机会，转身对着手下之人吩咐道：这一路不必停歇，务必将人尽快送达，一刻不得耽误。是。见奴而敢！我要进宫！我要见圣上！放开！随着一声声惊叫，几架车马扬长而去。左翼望着远去的车马，轻笑一声，转身回去复命。殿下，人已经送走了。明觉细细擦拭着手上的小木人，丝毫不在意。有消息传来吗？左一抬头看去，知道他家殿下是在问什么，并无。转而又道：太子妃定是快回了。明觉手一顿，抿了抿唇，看着手中的木人，气息有些低沉，半晌无言。属下已经打探清楚，国师确实不在皇城，几日前便离开，无人知其去向。苏锦点了点头，看着远处，眼神暗了暗，他终究是有些不甘心。那个国师不除，难道日后还要再来一次大鱼？心情有些不爽，连到手的小钱钱都不香了。那个国师住所可知？属下曾去过，却不得入。据闻国师府并不下人。苏锦似是来了兴致，男人给他安排的这几个暗卫身手都是1顶1的好，竟然进不去，难不成里面有宝贝？你们在此等着，我去就回。姑娘，人多眼杂。现距余皇失踪已过去1夜，皇城正是戒严之时，他一个人反而容易些。宿主，这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好吓人呐！苏锦闻言，他没妄动，这个地方有些不对劲儿啊，明明门就在前方，却推不动。系统，认真扫描，不管是何物，都提醒我。好。宿主，府门前就是你脚下这一块地，分布了很多铜钱，这府内种了很多树，还有很多奇怪的罗盘。还不等他说完，苏锦手一伸，赫然多了一把锄头，动作相当熟练的开始刨坑。只见原先平坦的国师府外已然变得坑坑洼洼。苏锦满意的收了手，瞅着一旁的一堆铜钱，这都什么毛病啊，埋这么多。他虽不知这些具体用途，却也能猜到是那国师异于常人的手段。他试着往府内上空抛了一枚石子，还是不得入。系统，我闭目向前，你指挥着我走，知道吗？若这些都是障眼法，那自己所看见的府门未必就是真的。这简单，宿主你放心，往前3步，再左边一点。哎，漂！系统本以为很是容易的事儿，现在却急得哇哇大叫。他家宿主怎么连直路都不会走了？可急死他了！来来回回折腾许久，只听当的一声，苏锦心中一喜，素手猛地一推，成了。他睁开眼，却没有进去，就这么站在门前，定定地看着，勾唇一笑，翻手一把弓箭在手，低下身一阵鼓捣，再抬起时，剑石已然变了模样。良久，苏锦利落转身，站在远处一瞬不瞬地看着，直到眼中有浓烟窜起，这才满意的离去。宿主，我还以为你会进去看看呢。乖，没事多吃吃核桃，游戏就别瞎玩了，伤脑。那他得是有多蠢呢？明知里面有异常，还非得进去，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瞎搞，那就找死。换个方式照样能解决。瞧，这不是很完美吗？从始至终，他就想将这人的府给烧了。能将府内设置成这般，谁人都不得入，里面定有那国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一把火烧了，省得他外出挂念。他可真是太善良了。
远在益州边界的国师神色不明地打量着近在眼前的城池，手中摩擦着罗盘，站在城门下闭目演算着什么，手指翻动正聚神之际，毫无征兆的一口血猛地喷了出来。国师死死地按住胸口，有人动了他的术。是谁？他神色痛苦地大叫着，像是在忍受什么巨大的痛楚。他不顾伤势，抖着手反复演算，然而心神不稳，几次皆是无果，又一口气血涌了上来，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哎呀，收工回家。想到此行的目的，翻身上马，说走就走，归去的心是一刻也等不了。他想孩子了，想夫郎了，回家了。残花片片落满地，留下退心，我依然在等你。明觉处理完公务，正是回房休息的时刻，还未走近便听见那本应是安静的房间里传来了孩子的笑声。想到白日里崽崽们所说的话，男人眼中瞬间充满了笑意。推开房门，面对的就是3双不灵不灵求夸奖的大眼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崽崽们很是守信用的，早早便等在房内。见人过来，拍了拍小被子，意味很是明显。明觉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解释道：爹爹不怕黑，那是你娘亲弄错了，乖，回去睡吧。崽崽们当他在不好意思，小眼神带着些包容。乖宝上前拉过人，小声哄道：好，爹爹不怕，不羞羞要走了。丝毫没给他拒绝的机会。几个孩子将他安排得明明白白，没几下人已经躺倒。二宝轻轻地拍着他，一下下的很是有耐心。大宝整个缩在他怀里当好了抱枕，耳边还有乖宝轻轻哼的不知道什么调的小曲儿。罢了。他认命地闭上了眼，直到身旁的人呼吸渐渐均匀，这才慢慢起身，掖了掖背角，目光温柔地看了很久。何曾想有一天他会被几个小家伙哄着了，稚嫩的言语却带着这世上最真的心意。他真真觉得幸福莫过于此了。明觉早早便起身了，他坐在一旁等着几个小家伙睡醒。爹爹走呀。男人点了点头，将孩子都收拾妥当，这才道：不是说要进宫吗？走吧。爹爹，我们去宫里是去找皇祖母哦。崽崽们已经有些日子没见着皇祖母了，宫内因大皇子之事沉寂了许久，他们今日想去，明觉自是不会拒绝。爹爹，你快去上朝吧，我们认得路，可熟啦。明觉看了一眼暗处的人，下了朝就来接你们。好的。不需要人领，崽崽们熟门熟路，朝着皇后寝宫奔了过去。皇祖母，我们来啦！哎呦，你听到没？我乖孙孙来了。步子轻快地迎了出去。我的小乖乖们可想死皇祖母了。哎呦呦，瘦了瘦了。乖宝早已习惯了，笑嘻嘻地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。幸好方才他在家中没有吃多，他可真聪明。二宝板着小身子，也不在意胖瘦，乖乖地问好。但是大宝就呆在了原地。瘦了。他眨着眼，不敢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胖脸，包子脸瞬间皱成了苦瓜。怎么会瘦呢？皇后手一挥，嬷嬷立刻意会。宝宝们都瘦了，来来来，多吃点啊。他举着手挨个喂着，看着孩子们吃进嘴里，满足地舒了口气。大宝很是配合的，一口接着一口吃得认真，他要补回来。娘亲很快就回来了，我不能瘦。皇后当他爱吃，看得满眼含笑，投喂的快乐简直让人上瘾。娘亲怎么没同你们一起来？娘亲外出了。哦，那你们要乖乖的，多来陪陪皇祖母。我们可乖了，昨晚还哄爹爹睡觉了。小乖乖说反了吗？爹爹可粘人了，还怕黑。娘亲说了，宝宝在家要哄爹爹开心。皇后心里一顿纳闷，这是她皇儿？明觉在家中竟是这般样子，简直不像话。唉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二宝淡定地拍了拍胸脯，给他一个放心的小眼神，就像在告诉他别担心，他们会照顾好爹爹的。
明觉早早地结束了公务，便赶来接孩子。皇后看着他，沉默半晌，还是出言提醒道：“你在家中也别太任性了。”母后何出此言啊？皇后看了他一眼，仔细打量着他这皇儿怎么以前没发觉问题这般大呀？得找时间同小锦好好说道说道，这男人可不能惯着，连孩子都得哄他，这都惯成什么样了？他这明明是儿子，怎么比嫁女儿还令人发愁？明觉抿了抿唇，似是习惯了皇后这般，犹豫一番，还是选择不问了。罢了，还是不给自己添堵了。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本是活泼欢乐的孩子们越发的低沉了。他们想娘亲了。3个小崽崽排排坐，托着腮望着门口，齐齐地叹了口气。明觉抿了抿嘴角，刚想要如何安慰，只见孩子们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往侧身拍了拍：“爹爹，宝宝今天累了，你乖。”明觉似乎已经习惯了，也没想着反驳，安静地陪着他们坐在了一旁。1大3小坐成了一排，不知想到什么，面容都带着些思绪。就在此时，传来响动，4双眼睛齐齐望去，秦氏吓了一跳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何都看着他？今日有哪里不对吗？明觉起身笑了笑：“没事。”崽崽们乖乖叫了人，又沉默了下来。秦氏看了一眼，心里便清楚了：“哎呀，是想娘亲了吧？乖啊，等他回来，我定要揍他一顿。怎么能去那般酒啊？”姥姥，娘亲是去办正事的，她很乖。对，乖，不打。大宝抱着秦氏不撒手：“不打娘亲，会痛。娘亲马上就回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熟悉的人影自门外窜了进来。“嘿，我回来了，想我了没？”明觉猛地转过头，眼中带着光，朝他打量一番，见人无事，心里松了口气，似是想到什么，故意没再看他。半晌，目光却忍不住又朝人再次看去。崽崽们反应一瞬，早已乐疯了，亲亲蹭蹭怎么也不够。“娘亲，你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宝宝好想你呢，都想你享受了。”乖宝努力吸了吸自己的小肚皮：“娘亲，你摸，都瘦了。”苏锦顺手揉了一把，轻笑一声，没有拆穿他：“我们都很乖，没有哭哭。”“对，乖，爹爹也乖。”二宝还不忘给爹爹也求了个表扬。好，都乖。走上前，不忘也给秦氏来了个拥抱：“娘，这次我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哟。”“去，那老娘洗干净再来，一身的灰。”苏锦二话没说，拉着一旁沉默的男人就走。崽崽懵了一会儿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“娘亲为什么洗澡的要拉着爹爹？”秦氏一时语塞，他应该知道吗？“乖，你娘她有事儿要交代你爹。哎，走，姥姥带你们去看看饭食好了没？你娘肯定饿了。”一听娘亲饿了，拉着人就走，瞬间顾不上纠结其他的了。“说，想要什么牌面的聘礼？”苏锦气势高昂，表情很是自信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男人看。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。刚回来就问这个，他心情有些复杂。自从遇上这个女人，他的世界太过精彩了。都行。苏锦当他是对自己没信心，不赞同地看了一眼。哎，一生大事怎能如此随便？尽管提，咱不差钱儿。我都说的这么明显了，该懂了吧？明觉看着身前飞扬的面容，再也忍不住思念，一把将人抱住。你回来就好，那些都是次要的。苏锦心里一软，他可真会撒娇。想来这人在家中定是想他想的不行。哎，罢了，这么乖就不让他费心了，自己做主了。看来他明日得进宫与皇后商量一番，怎么说把人家儿子拐走前也要好好说上一说，给些保证什么的，将人交给他，尽管放心，他靠谱着呢。娘亲，你多吃些，都瘦了。对，快再吃一口吧。苏锦看着孩子期盼的小眼神，使劲地往下咽了咽，拒绝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。3个孩子忙活的不行，动作还挺熟练，这都跟谁学的？还不等他多想，又一口送到了嘴边。孩子太热情，老母亲有点吃不消啊。
明觉看他暗中揉肚子，有些好笑，还是出言道：乖，你娘啊，她吃饱了，夜里积了食物可不好。孩子们一听，赶忙放下，小表情有些心疼。娘亲肯定是饿坏了，才会这般贪吃。苏锦目光悠悠地扫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认下了。他看了看天色，朝着男人笑了笑。明觉对视一眼，微咳一声，扫视了一圈3个孩子。苏锦秒懂，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立即故作疲惫地打了个哈欠。娘亲，快去睡觉觉吧，都累坏了。是啊，可累了。娘亲，宝宝帮你按摩，哄你睡觉觉。娘亲近来较轻，常常夜里醒来想一个人睡呢。那我们不去，娘亲快睡吧。孩子们很是乖地应了下来，约好明天一早再来看他。苏锦送别了孩子，虚弱地挥了挥手，看着崽崽们越走越远，向着门外的男人得意一笑，眼底哪里还有什么疲惫之色。明觉也笑着望来，意味不明地朝他看了一眼，毫不墨迹，拉着就走。带你消消食。好呀。明觉侧身细细地看着身旁之人，帮他理了理发丝。见人睡得这么沉，他抿了抿唇，眼中满是心疼。这是为了赶路没有休息吗？明觉心中泛着思绪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，轻轻起身吻在了他的额头，将人往怀里拢了拢，满足地叹了口气。只要你回来就好。苏锦这一夜睡得很是安稳，却不知身旁的男人看着他一夜未眠。你醒这么早啊？你再多睡会儿。不睡了，今日要进宫，有事要办。以后再去也不迟，好好休息。苏锦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。这种事儿当然要尽快了，怎么能往后推？你的心潮吹起一支春飞扬，心里是心也似醉也似猜，只相思如山高，怎么好为你一笔。明觉看着他利落起身，眼中带着些无奈，也不再言。他是拿这个女人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总能将她堵得死死的，而他除了纵着也别无他法。皇后此刻想着她的乖孙孙们，很是心疼孩子的懂事。前几日派了嬷嬷去给几个孩子送东西，回来说正巧看见崽崽们迈着小腿哄人的场景。她想了又想，还是要跟小锦好好说道说道。刚想派人去苏宅看看，这边人就来了。我刚在念着你就来了。苏锦不似往常那般随意，认真行了一礼，正经的理了理衣摆，这才坐下。怎么出门一趟还跟我生疏了？他就欣赏他那股干脆劲儿，今日这是怎么转性了？苏锦认真的看了他一眼，心下有些小紧张。他想了想措辞，还未开口，便听皇后道：小锦呢，你来了正好，有些话想同你说上一说。您说。我知你对明觉好，但是啊，这男人得有个度，不能纵着。我听我孩子们在府内都要让着他，哄着他，这怎么行？太容易得到，往往都不会珍惜。本宫这一生啊，早已满足了。现在呀，就盼着你们能好好的，我几个乖孙能有父母常伴，没那些糟心事儿。你得硬气起来，这样软着惯着他可不行。他虽是对自己的皇儿有信心，但是也见惯了男人的多变，只有他自己硬气起来，孩子的未来才最有保障。哦，挺硬气的呀，那男人我说亲就亲，他都不敢反抗，这还不硬气？看来今晚还得再硬气些。至于皇后所言不要纵着他，苏锦是丝毫没听进去。他男人不自己宠着，还能让别人来宠不成？虽是这般想，却也没说。毕竟他知道身为皇后能说出这般话有多不容易。不急，慢慢想。你只要知道，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未必就要时时刻刻对他好。他似是想到了自己，眼神带着些深沉。苏锦笑了笑，没有答话，转而想到来此的目的，正色道：我这次来是想同您商一件大事。皇后看了他一眼，也跟着面色严肃起来。我想娶您儿子，不知道这聘礼有何要求，您尽管提。什么？他又幻听了，竟然这听觉越发不好了。瞧他这离得这般近都能听错，难道是身体出了问题？您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他的，
绝不让人受委屈。你说的是我家皇儿，是名爵？苏锦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。哦，对了，除了他，我没有别人了。他可不是那种三心二意之人。我家的是儿子，没错吧？不是，小锦，你要娶皇儿，这定是你紧张说错了吧？是皇儿跟你求亲了，你放心，这聘礼定是按大了办。还不等他说完，苏锦掏出早已备下的聘礼册，郑重地递了过去。您没有听错，这是我准备的聘礼，您看看。皇后盯着他看了许久，面色复杂地接了过来。皇后微微一看，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手下越翻越快，不时抬头看一眼苏锦。这都赶上一国之库了。良久，皇后神色麻木，直到翻到了最后一页，她惊吓的情绪方才缓了缓。还好最后只写了银两，却未填数目。苏锦端着身子，这会儿见人看到最后，怕他误会，连忙道：哎呦，您放心，最后这空下来的是由他亲自定的，要多少填多少，绝不让他输给别人。皇后摸了摸额头，一阵阵头疼。从他皇儿生下来，他也绝没想过会有这等事儿。皇后糟心的不知道如何说起，缓了口气：你怎么会有这般想法？皇儿他知道吗？苏锦认真的点了点头。他也有给我准备聘礼。你可知他是一朝太子，这出嫁之事可不是笑言，定会惹来争议。我娶他和他娶我没影响，他的聘礼我也收。他见苏锦不似玩笑，这事都计划好了，难怪他连王府都不回了。他还当他是开窍了，合着这是倒贴上去了。这种事我闻所未闻。他盯着苏锦看了许久，几番到嘴的话都咽了下去，良久，深叹了口气。只要面上过得去，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吧。这个糟心儿子他不要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随你们折腾。他不管了。现在再回想崽子们说的那些话，他忽然能理解了。合着他这还真是嫁女儿了。得了，最开始那番话也算是白说了。他皇儿这是被吃得死死的，人都跑到别家去了。罢了，儿子换3个孙孙也值了。这事你们有度就行，本宫可以同意，也可以帮你向圣上说情。但是这以后啊，孩子是不是得经常带进宫？两人眼神一个交汇，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谁也没有开口，却做下了一场不可言说的交易。明觉到底是不放心他一个人，毕竟这思想也不是何人都能接受的。他能接受，是因为认定了这个女人，愿意纵着她，愿意让她开心。但是父皇母后可能不会答应。还未踏入内殿，女人的说笑声便传了出来。明觉心头泛着疑惑，没有想象中僵持的景象。走近一看，两个人头凑在一起，围着一本书册，不知在讨论些什么。小锦，你这上面记载的麒麟玉，我记得它是早已灭亡的大林朝国圣物，据闻夜里还会发光，怎么会在你手上啊？这个呀，别人送的，那人太好客，非得带我去他的宝库。哎呀，真是不好辜负他的好意呀，就全拿走了，毛都没剩下呢。他家皇儿这太子妃还真是财大气粗，他都有点羡慕了。这般被人宠着，他要是男人，他也愿意呀。母后，你们……皇后早就看到他过来了，此时被打断，不悦地瞪了他一眼，眼神还带着些小嫉妒。皇后理都没理他这不争气的儿子。苏锦乐呵呵地将人拽过来坐下。放心吧，都搞定了。皇后看着两人眉来眼去，以前看到还挺高兴，这会儿子不知为何就是感觉很噎，哪都不顺眼。走走走，回自己家去吧。明觉不解，抬头瞬间对上的便是他母后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。那儿臣告退。苏锦也跟着欢快地走了出去。本宫找人算算日子，届时下聘。不管你们自己如何胡闹，在外面终究要过得去，皇家的聘礼也会照旧送上门啊！这得多大的嫁妆才配得上啊？之前准备的那些都不够看了。罢了，这事儿啊，还是让皇上头疼去吧。苏锦不知皇后想了这般多，回身朝他行了一礼，正色道：
您放心。明元帝看着快马加鞭送来的密函，只见密函上赫然写着余皇失踪，国库失窃，大虞将乱，疑似鬼怪作祟。据昏迷醒来的灵妃所述，余皇是被鬼怪带走的。短短几行，明元帝愣是看了半晌。来人！门外侍卫躬身进入，明元帝面色威严，沉声道：宫内守卫再加强，尤其是正殿，可疑之人一律拿下。他背着手来回踱步，想着这事儿究竟是何人所为。至于上述之言的鬼怪论，他是不信的，就是不知是出自哪国之手。一国之库啊，倒是胃口不小，定是出动了不少人手。他们大员不得不防。常德踏步而来，小声道：圣上，皇后娘娘来了。快请。皇后来得极快，脚下都带着风。他匆匆行了一礼，丝毫没有废话，将手中厚重的聘礼册子递了上去，面无异色，就这么直直地盯着他，像是在期待着什么。明元帝看了他一眼，拿起册子翻了起来，只见这上面记录的都是些珍奇异宝，连他看了都忍不住双目大亮，直到翻到其中几页。若没记错，这不正是大虞圣宝吗？为何记录在此啊？皇后啊，这是为哪般？你是来让朕过眼的吗？这个呀，是聘礼册子，里面之物皆是聘礼。什么？你说这是聘礼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皇后都敢戏弄。这是苏锦准备的，给你儿子的聘礼。明元帝猛地看向皇后，等会儿，他有些晕，将皇后的话在脑子中过了一遍，这话怎么听着哪都不对劲儿呢？常德，宣太医。常德赶忙应是。这是当我糊涂了吗？不过宣来也好，倒是给他自己提前备下了。皇后啊，近来思虑不要太重，这身子要紧啊。不多时，太医疾步前来，候在了殿外。皇后瞥了一眼，安心了。圣上，这份册子您再仔细看看，可是给你儿子的聘礼呀，苏锦给明爵的聘礼。明元帝现在不怀疑皇后病了，开始怀疑她是疯了吗？皇后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那个聘礼册子你是没仔细看吧？圣上看完再说。明元帝见他神色不似作假，面色复杂的再次拿起了面前的册子。这些真是苏锦的？臣妾也是被吓到了，但是那孩子绝不会拿此事瞎说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便将方才苏锦来提亲之事说了一遍。若这些东西都在他手上，他猛地倒吸了口气。这等彩礼竟只是当作聘礼。他现在已经无暇去想儿子出嫁之事，看着手中的东西，面色越来越凝重。他确定这其中很多宝物皆是大虞皇室所有，如今若真在苏锦之手，联想刚才的情报，他想到一种可能，应该说是肯定。他皇儿这太子妃好大的胆子，国库说到就到，关键他还办成了。宣太子进宫。来人通报时，明爵并未走远。我去就回，你先回。苏锦朝他看了一眼，男人立马改口道：等我。明爵来得很快，心中清楚父皇传他所谓何事。苏锦这事你可清楚？儿臣清楚。胡闹！朕不知他是如何想，竟有这个胆子去。你这太子妃胆子太大了，这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3个皇孙当是如何呀？皇儿你一向心有成算，为何会任由他如此胡闹？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同意他去的。你可知他将整个大虞国库都半路回来，他是同大虞有仇吗？国库啊，这是一般人能办成的吗？得冒多大险？是儿臣与大虞有仇，他去是为了我。皇儿，这是出了何事？明元帝神色一顿，似是想到了什么。你所中之毒是大虞所致。明爵神色不变，点了点头。好，大虞之手竟敢伸得这般长。他如何能咽下这口气？想到失踪不明的虞皇，此时不将他除去，更待何时？这苏锦做得好啊！皇后可没那么多想法，
他拉着明觉，表情很是严肃。皇儿，这样的女子不多得，你好好珍惜呀。尽管人家愿意宠着你，也不能太过任性了。你这太子妃不一般呐。一件事办成可能是意外，这件件都成，唯有实力如此。他盯着明觉瞅了半会儿，压低声音道：皇儿，你老实跟父皇说，你是不是会下蛊啊？怎么能把你那太子妃迷成这般？一国之哭啊，只为娶你，朕都不敢想啊。说罢，他还向皇后看了一眼。明觉听着他父皇的话，神色带着傲然，语气淡淡道：他说儿臣哪都吸引他。明元帝明知他在炫耀，还是忍不住羡慕了一会儿。他儿子这从哪儿找来的？一生就是举世罕见的3胞胎，能力出众，关键还有才呀！一国之库啊！要不就嫁了吧。明元帝暗中看了他一眼，已经在思量如何让他皇儿接受。他身为男人，自是理解挺伤自尊的。他皇儿并是不甘愿。明元帝背着手来回踱步，试探道：其实也没甚区别，在外你还是太子，只是这家中你多让着些。皇后猛翻了个白眼儿，她原以为这人难以接受，没想到比她还适应呢。看来这儿子是嫁定了。明觉抿了抿唇，没有解释，低头道：父皇放心。皇儿，你多想想你母后方才的话，朕觉得还挺有道理的。不要太任性了，继续把人迷住啊！明元帝没有再说，看着他一步步离去的背影，竟还有些羡慕。看了看一旁的皇后，目光很是复杂。罢了，他没那个命。皇后见他这个眼神，很是不爽。他不痛快，自然让这人也不能舒服。圣上怕不是忘了，皇儿若是出嫁，这嫁妆……明元帝身子晃了晃，这才想起，对了，嫁妆这得多少啊！今日将自己的心头大事办妥了，他这心一阵激动。宿主，你怎么如此兴奋？第一次人生大事，怎么能不激动？话说宿主，你前2是真没成亲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你悄悄说，我绝不外传。你之前若是提这事儿，我肯定跟你急。这不是戳他心窝子吗？单身2辈子很光荣吗？现在倒是无所谓了，所有的等待都值得。他可是有夫郎的人了。苏锦眼中闪过一丝暗色，直到男人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，眼底又重现了光彩。苏锦不快的情绪一扫而光，他的美好来了。男人眉眼含笑，俯身贴在耳边，低沉的嗓音带着惑意：父皇也同意了，回去准备聘礼吧，我的妻主大人。天，这麻酥酥的触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深吸了口气，忍了忍，是算准了他在外拿他没办法是吧？苏锦忍着情绪，很有气势地瞪了他一眼：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喜欢叫，定让你多叫几声。明觉见他这般，低笑一声，心情极好的拉着人。他想到方才父皇所言的事，心下有些担心。余皇是被你杀了吗？有没有留下踪迹啊？放心吧，他死在了密道中，那里一时无人发现。你杀他是为了我吗？当然，谁都不能害你。明觉眼眸幽深，将人抱入，低沉道：日后不要再冒险了，不管为何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明觉心想，他不值得他去冒险，谁都没有资格让他去冒险。他只想苏锦好好的，若是这个女人出事……想到此，明觉呼吸一滞，将怀里的人抱得更紧，仿佛要嵌在怀里。苏锦看出他的不安，任他抱着，叹了口气：唉，大不了日后去哪里都将他带着呗，真是没办法。将这些箱子都抬进后院。是。廖青，你前去厉王府，也就是如今的太子府附近买栋宅子，买最大最好的。姑娘放心，早有留意，定当办妥。苏锦一件件事安排下去，盘算着大婚之日要用上的东西，绝对不能出一点点差错。3个崽崽眨巴着大眼看得认真，为何娘亲要准备这么多大箱子？小锦啊，你这是又在整什么呀？
心大不着家，爱折腾，也得亏人家太子不嫌弃。娘亲，你休息好了吗？休息的可好了，娘亲给你们带了很多好东西，都在书房自己挑。崽子们惊叫一声，小短腿嗖的一下便没了影。娘，我们准备成亲了，正在准备聘礼。哎呦，成亲好啊！哎呀，是该成亲了啊！哎呀，我想着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。哎呀，有些细节我要找你母亲商量商量，你就安心待嫁吧。娘不用急，一起去，我要去看她，给母亲带了不少东西呢。成，将孩子们也带上，进来别跑了。你是不晓得，你不在家中啊，太子话都少了，沉默得很。多好的女婿，这么顾家可不多见。放心了，娘，以后出远门啊，我都叫人带上。你心里有数就成。太子可说什么时候来下聘呢？娘，我们是互相下聘，是我把他娶回家了。啊，景啊，你这瞎说什么呢？是我娶她，不过皇家的聘礼咱也收。秦氏越听越猛，苏锦说起了方才进宫之事。啥玩意儿？娶太子？哎呦，女儿不仅敢想，还做成了。你去忙吧，啊，让你娘我缓一缓。这事儿太离奇，他得捋一捋。苏锦无奈，看来这一时半会儿是缓不过来了。得，他这将军府定是也去不了了。明元帝眼下犯着轻，上朝之时也是多有疲惫。朝臣见他们圣上如此，心里不由得犯着嘀咕，却也很是识趣，早早结束了朝议。明觉留在原地望了一眼，心中带着思量。父皇可是在为儿臣的事情担忧啊？明元帝复杂地看了他一眼。就在此时，来人通禀：皇上，青云道长求见。快宣！一长须飘飘的白衣道长缓步走了过来，微欠身行了个道家之礼。道长无需多礼，此番是……恭喜圣上，恭喜太子殿下！哦，何事之喜呀？烦请道长细细说来。青云道长认真地看了眼太子的面相，他捋了捋长须，心中更是肯定满意地笑了。哈哈哈，老道此来是为了殿下的婚事，恭喜圣上大吉之兆啊！不知老道有没有那个荣幸为殿下测个吉时？他想到昨日的天象，此番前来就是为了确定太子命轨是否回归。果然如他所料。好，大吉好啊！那就劳烦道长了。3日之后可过聘，下月初10乃良辰吉日。他来回踱步，心下满意至极。皇儿这婚事果真是上签。不行，这嫁妆我要再想想办法。对了，3个孩子。明元帝低声向着常德吩咐了几句。不多时，皇后带着孩子过来了。苏锦很是守信，一早便将孩子送进了宫。他定是要让皇后看到自己的诚意。见过皇祖父。明元帝看见他们，神色瞬间软了下来，眼中带着骄傲。道长还请帮朕这3个皇孙孙瞧上一瞧，求个平安光。他面色大惊，双目泛着光，一动不动地盯着3个孩子，嘴唇微动，却未出声。道长可是有什么不妥？殿下福泽深厚啊。至于其他的不欲再说，有些话他只能点到为止，却不能多言。明觉点了点头，很是明白与道长的相处之道，从不多问。明元帝见道长不多说，心里有些着急。那3亿星……说罢，他看了眼3个孩子。青云道长轻轻点了点头，并未出言。好。3仔互相对视一眼，小表情有些懵，不自觉朝着爹爹看去。明觉正好也望了过来，他想到当初3个异星之相，2个地星，1福星。大宝很明显，定是福星之相。那地星、二宝和乖宝。明觉目光定定地望着女儿，心中的思量越来越深。乖宝见爹爹只望着自己，小脸憋着笑，悄悄理了理衣摆。今天我定是要迷人了，爹爹怎么总盯着我瞧呀？明元帝显然还没想到这层，乐呵呵地向着青云道长说着3个孩子的事儿。朕这孙儿可是3胞胎，世间罕见。道长，您看还需不需要什么平安符之类的？青云道长的符可不好求，那是真有大本事的。
关键时刻保命之用。过犹不及，这般正好，皇孙可用不上老道。说罢，他抬头看了一眼那个胖乎乎的男娃。明元帝闻言有些可惜，这次没要到，那他下次再问问。3日后下聘，下月初10成婚。苏锦心中反复默念，叉着腰笑得豪气万千。萧管家踏步而来，面上带着喜色，道：恭喜姑娘，人手皆已安排妥当。好，3日后清晨出发，抬着聘礼给我绕城内1周，凡道喜之人皆入百味坊，我请客。萧管家见姑娘开心，笑着打趣道：怕是要不少银子呀。不怕，反正我有钱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。是。明觉带着孩子从宫内回来之时，苏锦伏案正不停地画着什么，神色很是认真。别太累了，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慢慢准备。苏锦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将人拽至身旁，不容置疑地亲了一口，模样很是硬气。乖，我不累。明觉神色带着无奈，坐在了身旁，与他说起了今日之事。你是说乖宝是地星之相？那小学渣女儿地星？青云道长所言既已应验，这地星应是错不了。系统也被惊住了。天罗，本童子是见证小女帝的成长了吗？乖宝出息了。宿主，有时间得要签名啊，我定要好好守着。哼，他那满是错题的册子，你要吗？上面有名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也行，请务必都留给我。嘿嘿嘿嘿，还有这好事，小女帝的渣渣学生史，那本统定要留好。苏锦应了声，便没再理他，朝着门外露着的3颗小脑袋招了招手。崽崽们被发现丝毫不尴尬，笑嘻嘻地跑了过去。娘亲，你还没有码好吗？苏锦捏了捏崽崽的胖脸，挨个摸了摸。轮到乖宝时，他捧着女儿的小脸儿来回揉着，面色复杂地盯着看。乖宝心里一乐，爹爹今天也盯着我看，现在娘亲也是，我今日一定特别好看吧。小身子扭了扭，对着娘亲咧嘴一笑，笑得傻乎乎的。苏锦微咳一声，别开眼，目光悠悠地与明觉来了个对视。你确定就这个？明觉低头一笑，有些心疼女儿，将毫无所知还在那儿美滋滋的小人抱了起来。乖宝一懵，心底有些小无奈，今天的他也太让人着迷了，爹爹娘亲都抢着抱他呢。行吧，他拍了拍爹爹的肩膀，带着些小纵容，就给你抱一会儿吧。想到来这里的目的，超小声道：爹爹，我们出去吧，有给你准备礼物哦。明觉抬头看了一眼又忙活起来的苏锦，也没多问，笑着应了。大宝二宝也跟着跑了过来，拉着他就往自己的小院子去。这是什么？崽崽怕他难过，有些犹豫，毕竟娘亲送的礼物他们都有，只有爹爹没有，他一定很难过吧。这是娘亲送你的礼物，我们只是帮你收起来了，所以你才没有看到。对，爹爹也有呢。爹爹不难过。明觉笑着打开了箱子，半晌看着面前急着安慰他的孩子，心中有些复杂。你们数清了没？你抬出多少台了？这也太惊人了！这后面还有多少？怎么像是没有尽头啊？一出220台。瞎说！我这明明瞧着有300台。哎，不对，我等来的最早，最是清楚。争论之声越来越大，萧管家凝眉看了过去，抬着头笑而不语。直到午时，太子府的府门方才打开，左翼一马当先，带着侍卫整装待发，抬着聘礼朝着苏宅前行。早在前日便已商量妥当，两方送聘队伍所行路线并不相同，自是不会撞上。他们刻意比苏家晚半日出行，这是太子定下的。
这才是皇家的聘礼。若是以往，那也当得隆重，如今却显得有些不够看了。直到申时，百姓跟随苏家队伍一路从城西来到了太子府。当看着苏家第一台聘礼抬进了太子府时，顿时一片惊呼：这是不是弄反了？为何聘礼从苏家抬出，入了太子府？那方才太子府抬出的聘礼又是何呀？他们只觉得脑子似是不够用了。廖青踏步走了过来，长长的礼册展开一角。今大节之日，廖某带主人苏锦前来下聘，礼单如下：龙凤呈祥云纹环佩，玉器万件，云锦鼠缎千匹。礼单之上，凡是特征明显、可知归处之物，皆是被隐去。府门前的人被这长长的礼单惊得傻眼了。直到最后，廖青高喝：金999万，白银不计。人群顿时一片沸腾，惊呼之声此起彼伏啊！天哪！太子妃向太子下聘，以示其吻。现今这聘礼，姑娘说了，凡到喜之人带上祝福，如若不嫌，今日入百味坊，酒菜皆免。哇，有这等好事！太子妃高义啊！诸位还等什么？在下先走一步。相比方才天价聘礼的惊吓，这等实际的好处更是惹来阵阵惊赞。你确定你没有听错？是的，老爷，那聘礼之多，清晨便从苏家抬出，绕了整个内城，犹如长龙望不见尾。这般重礼，这般重礼，说是入了大元，快备衣，本官要进宫一趟。怪不得圣上前几日满面愁容，原是为了此事纠结。太子妃真是秀外慧中，德才兼备，有大才呀！此事无独有偶，在不少官员家中皆有发生。一辆辆车马向着宫内驶去，名爵负手而立，定定地望着一台台入府的聘礼，面色无异，眼中却始终含着笑。他看的不是聘礼之物，而是那个女人最直白的心。花管家偶尔抬眼，神色复杂地看向名爵。谁能想到他们太子竟是收聘礼的那一个，真是好福气呀！他望着这看不见尽头的队伍，躬身道：殿下，这聘礼数量太多，该当如何处理啊？直接入库吗？不必，归置后，大婚之日随我出府。花管家一惊，半晌又觉得意料之中，忙笑着应是。怎么样，太子的聘礼送出去没有啊？回圣上，50左侍卫便带人送出了。苏家的抬聘队已至太子府。他这皇儿就是执拗，说了让他先出聘，非得推后半日。他都能想到明日早朝时的情景。圣上，秦大人、张大人、卢大人殿外求见。宣。哎呀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这些个文官竟连明日都等不及。明元帝故作不明地看着几人，沉声道：何事？张大人被不知名的暗手往前推了一步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心下暗恨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皇上，臣等前来所谓殿下下聘一事。今日之事，圣上必有耳闻。太子妃虽不合常理，堪称荒谬，但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便被一旁的2位大人连声打断。张大人，你怎会如此迂腐？太子妃怎么了？如此秀外慧中的女子，堪称太子良配，岂容你胡言？对，太子妃风华绝代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关键是才华横溢，乃当世不可多得的女子。臣等附议，臣等附议。张大人猛了一瞬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几个方才还邀他吃酒的同僚，竟让他扮着黑脸。行了，有话就说。这群文官什么德行，他比谁都清楚。圣上，太子殿下是嫁……谁说我皇儿嫁人了？今日太子府有送出聘礼，都看不到吗？只要他不认，苏锦不说，就算都猜到了，又有谁敢乱说呢？对，太子殿下有送聘礼，我等亲眼所见。臣也看见了。几位大人安抚完明元帝，心照不宣地松了口气。看来皇家是同意的，也没有将此事说破的打算，维持着表面，这便够了。
圣上果然英明，人才兼得呀。苏锦看着面前已经半日未同自己说话的崽崽们，朝着男人看了一眼，他挑了挑眉，眼神示意道：“你去吼。”明觉抿了抿嘴角，蹲下身，轻声道：“哎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”崽崽们气呼呼地背过了小身子，不理他，就连脾气软和的大宝都悄悄地看了他一眼，转了过去。崽崽们可伤心了，他们还在爹爹没有礼物，将自己的都送给了他，结果……对，不是那样，你们听我狡辩啊，不对，是解释。崽崽们身子晃了晃，没有转身，一副还在生气的模样，小耳朵却不由得侧了起来。说吧，说吧。苏锦偷笑一声，赶紧正经道：“那些都是聘礼，不是礼物。我为了娶你爹爹进门才送他的。”真的？对，他现在已经是咱家的人了。崽崽们身子一转，看着他，又想到自己的小礼物和爹爹的大礼物，还是气不过。那你最爱谁？说完，眼神还向一旁看了一眼。是啊，你最爱谁呢？苏锦表示他真是太难了，这一家之主不好做呀。他看着还在卖萌眨眼的孩子，再瞅瞅笑意吟吟的男人，朝着男人递了个眼神：“听话，先回去。”明觉也不再逗他，轻笑一声，朝着人意味不明地看了一眼，借口离开了。见人离开，毫不心虚，朝着孩子真诚道：“娘亲当然最爱你们了，你爹爹也得靠后呢。”三仔如愿听到自己想听的，小手满意的拍了拍。苏锦见状，抓住机会，彩虹屁又吹了几句，务必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爱意，这样下次就不会再问了吧。仔仔被他哄得眉开眼笑，信以为真，心里都带着些小得意。爹爹真可怜，他们以后还是再对他好一点吧。苏锦不知他们所想，此时为表对仔仔的真心，果断留在了孩子的小院内，直到将人哄睡，这才悄悄地溜回房。哄好了？刚哄睡了。神色一转，猛地朝他扑来。现在该哄你了。你要哄我什么？目光悠悠地朝他看去，将人调换了位置。不知怎的，苏锦忽然想到皇后曾经的劝解，对，她要硬气些。一个转身，将人又按了下去，故作威严道：“听话，别动。”我不动。说罢，又凑近几分，低沉的嗓音带着热意：“启主大人，要如何哄我？”你再叫几声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你靠近些。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半晌，见男人还不说话，他又俯身凑近了些。明觉见此，一个转身吻了下去。你可要听好了，我的启主大人。唉，太子妃这等离经叛道，实在是有辱皇家颜面。苏策默默地坐在一侧听着，抬头看了一眼，悠悠道：“若是在下没有记错，前几日这位兄台可是入了百味坊，难不成百味坊言而无信，收了你的饭食银钱？所幸在下今日无事，去替你要上一要。”眼看就要朝着外间走，见人就要离去，顾不得其他，赶忙拦住：“这位兄台，万不可当真，万不可当真呐！我方才听说你们似是对太子妃颇有微词，我还当是那日没有去施席呢，原来是在下误会了。现在看来，各位这是既得了好处，又管不住嘴，令在下长了见识。”你这方聚集的文人学子大多自诩清高，最是看重脸面，此刻被人这般直言，如何能受得了？一个个面色涨红。太子殿下身为储君，又岂是他人可妄议的？苏某在此告诫各位，定要谨言慎行。说罢，利落转身，朝着另一茶馆走去。殿下，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民众的留言皆已有人引导，以太子妃之名开设的私塾医馆已经筹备妥当。京中近来学子众多，注意些。殿下放心，学子那方妄议之人乃是少数，苏家二公子处理颇多，如今之言多是羡慕。明觉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多是羡慕殿下您。
明觉嘴角微抬，眼中的骄傲一闪而过。是吗？不必理会。摆了摆手，让人退下。在空无一人的房间，男人眼中的傲然越来越明显，控制不住翘起了嘴角。爹爹，你快检查吧，乖宝今天有好好完成呀。明觉近来对乖宝的课业很是看重，经常私下里给人开小灶，企图让那些错题少一些。定要在这次考校日超过大宝，当第2。明觉见他如此信心满满，低头看去，就这般愣愣地看了半会儿，拧着眉抬头瞅了他一眼。这是怎么完美做到全错的呀？男人心里有些复杂，不善言辞的人此刻正努力回忆苏锦哄孩子的说辞，可能要用上了啊。对，不是女儿不努力，是题的错。不多时，大宝也乐呵呵将册子交给了爹爹。明觉笑着接了过来，定眼看去，倒是比他妹妹强那么一点，也就那么一点，差点就不分伯仲了。唉，罢了，下次交2个吧。二宝站在一旁，微微动了动身子，不经意地将册子往前推了推。明觉顿时心情松快，接了过来，快速一扫，点了点头，避开2个崽崽，悄悄从身后给他竖起了拇指。二宝眼睛一亮，咧着小嘴儿笑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苏锦踏步而来，他看着院中认真检查崽崽课业的男人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副很是欣慰的模样。明觉朝他挑了挑眉，待会儿带孩子进宫。崽崽们不约而同的看了过来，小脸儿带着些疑惑。为什么呀？男人也看了过来。我们宝宝太可爱了，皇祖母近来心口烦闷，需要有可爱的人陪着她才能好。崽崽们拍了拍他的手。娘亲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可会哄她开心了。苏锦笑着点了点头。明觉抬头多看了几眼，显然是不信的。女人面色真诚，什么也没说，朝他笑得意味不明，带着崽崽扬长而去。宫门外，他带着孩子下了车架，远处一身形佝偻之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只见此人仿若被定住一般，远远地看着皇宫的大门，像是透过他看什么地方一般。娘亲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他小手一指，好巧不巧，指向的便是远处那个模糊的人影。大宝可不会这般突然询问他人，更不会用手指指着对方，是提醒他要注意这个人。为何这般问？大宝小手搅了搅，胖脸有些茫然，就是想问。远处之人似有所感，猛地抬头看了过来。那人与他对视一眼，却直接越过视线，直直地看向他身旁的孩子。苏锦身形一闪，一个侧身将孩子挡住了。苏锦心思辗转极快，将3个孩子合抱了起来，疾步朝着已是近在眼前的宫门而去。苏锦行至宫门守卫身前，低声道：“将那个人看住，不要妄动。”守卫自是认得他，神色一正，点头应是。苏锦目光沉沉地回看了一眼，视线下移，那人手中转动的罗盘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想，他或许猜到那个人是谁了。苏锦不知道的是，他转身的瞬间，那人手中的罗盘也停止了转动。是你毁了我的心弦。苏锦动作很快，火速将孩子交给了皇后，直接来到正殿求见明元帝。他没有10成把握将人拿下，若是那个疑似国师之人整什么他没见过的幺蛾子，那他岂不是很吃亏？该借势之时必须借。圣上，太子妃求见。快宣，找朕何事啊？皇上，宫外有一人疑似大禹国师，不知能否请青云道长出关将人拿下。好，竟还敢来我大元！不多时，几道谕令传了下去，而此刻宫外的侍卫已渐渐将人围了起来。那个人似是无所觉，目光紧紧地盯着苏锦方才离开的方向。双方僵持着，谁都没有动。良久，马蹄声由远及近，男人翻身下马。明觉看着远处身形与前世大不相同之人，还是断定这人便是大禹国师。
他没有妄动，看了一眼周围没有那个女人的身影，松了口气。就在他想着如何将人解决之际，苏锦面色凝重地赶了过来，不放心地将男人又往后拉了几步。才离远些，这人诡异，等道长前来收了他，我们不去。乖，放心，我不去。他得了消息，想到如今正在宫中的母子4人，如何能放心？他怕苏锦会吃亏，哪想这个女人比自己想的还要理智。做得好。小事儿。被侍卫层层围住的国师见方才离去的女子再次折返，他目光锁定苏锦，身形挪动了几步。就在此时，青云道长一声长叹，明明距离不近，却还是清晰地传了过来。师弟啊，该结束了。国师身形一顿，死死地低着头。苏锦瞅见一白胡子道士模样的长者，双目一亮，拉着自家夫郎跑得贼快，一溜烟就窜到了道长身后。道长，您的道法在他之上吗？青云道长虽是第一次见他，却无需介绍，看他一眼便也了然了。太子妃放心，他已身受反噬，如今使不出道术。苏锦不放心的还是将男人往青云道长身侧推了推，自己大步迈了出去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前面让开！侍卫首领对太子妃印象深刻，此刻闻言反应迅速的带着人退开几步。太子妃容老道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只见一支飞剑从身旁窜了出去。国师未抬头，身子艰难地挪动了2下，避过了。苏锦眉宇一凝，手上又多了3道箭矢，毫不停顿地射了出去。这一次行动艰难的国师险险避过其2，最后一箭稳稳射在了手臂之上。他猛地抬起头，无神的双眼死死地盯住苏锦。全都拜他所赐。苏锦想也不想，拉着男人躲在道长身后。笑话，你想看我就给你看嘛。道长，你确定他不能用道术了吗？青云道长听着身后之话，半晌无言。这太子妃真是惜命啊！他时日无多了，已被道术反噬，只是不知何人将他伤至如此。明觉紧握他，不让他再出手。别去。转而向着侍卫厉声道：“原地处决。”是。却听耳边砰的一声，几个侍卫倒飞了出去，重重地倒在地上。还不等众人反应，只见那人气息一尾，看着青云道长的方向，面露不甘，慢慢闭上了双目。道长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师弟，他这是藏了一手啊。”他什么也没说，上前将毫无声息之人抱了起来，准备离去。刚走了几步，苏锦笑着挡在了身前：“道长冒犯了，这人你不能带走。”他嘴角带笑，语气轻缓，神色却很是坚定。青云道长看了他一眼：“他已死。”苏锦面容和缓，没有说话，动作却不变。他从不怀疑一个人的本事，自己无法做到之事，未必他人就不可。这个国师给他的感觉很是危险，他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隐患。这个人今日必须留下。青云道长沉默一瞬，见太子坚定地站在太子妃身侧，一副任由他做主的架势。刚想再说什么，只见太子幽暗的神色一动不动地盯着他。罢了，师弟命该如此啊。他将人放下，深深地看了一眼，转身离去。早已注定是他强求了。目送道长离去，苏锦与明觉对视一眼，有了决定。2人站在远处，直到国师的身体渐渐被火光吞灭，这才彻底地安下了心。苏锦想到了当初在国师府放的那把火，在盯着眼前，不由感叹一声，这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明觉定定地望着那道火光，想起方才道长之言，师弟，心中思绪不断翻涌，眼中暗色一闪而过。有些事他要问上一问，想来这次道长不会再拒而不言。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殿下请坐。道长既知本殿要来，那就更应该知道我要问上些什么。老道知道殿下想问师弟之事，还望道长直言。师弟本名凌云，他为借你运势而来。不仅是你，
四国皆在其列。如此种种，只为转世重生之法。他想回到过去，救一个人。师弟天赋极高，偷学禁术，叛出师门。等门人发现之时，世人皆已入局。虽知他所在，却不能出手干涉，唯有自破，皆可脱局。否则将是战火连天，一片生灵涂炭之象。说到此，青云道长顿了顿，盯着明觉。他其实已经做到了，只是……明觉双拳紧握，忍下惊异，却也明白了他的未尽之言。看来他前世意识涣散之际所听到的那声凄厉的怒吼并不是错觉，他的重生是因国师而起，只是不知为何重生的会是他。他明知是死，为何还会来此？师弟他心思多变，非常人所思。老道本是猜想他想放手一搏，如今看来他是为了太子妃而来。明觉猛地抬起头，双眸锐利直射而来。殿下无需担心，您这太子妃啊，寻常人伤不得。至于太子妃与他的恩怨，无从得知。老道言尽于此。明觉看了他一瞬，起身离去。大婚前一夜，明觉赶回太子府待嫁，苏锦正被严氏、秦氏两个娘一左一右拉着，两人犹豫几番，不知如何开口。怎么了这是？明日我成亲，你们怎么这般表情啊？难道不应该高兴，乐起来呀？他们家可是要添人了。你明日去迎亲？小锦，这皇家……放心吧，这我早已想好了，拜2次堂。你心里有底就成。以后好好对人家。娶太子，他女儿也算是第一人了。这要不是真心，哪个男子愿意这般？我对他可好了，仔仔们都靠后呢。就在此刻，一道小奶音带着疑惑：“娘亲，我们为什么要靠后呀？”你们听错了啊，听错了。苏锦双眼一转，赶紧转移了话题。明日陪娘亲去迎亲啊，接你们爹爹回家。仔仔一听这事儿，心里很是激动，瞬间忘了刚才的问题。他们可是期待很久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身子一正，齐声道：“好。”测量成几时着红纱，对铜镜素手描眉妆。晨微亮，鞭炮声声和清唱。月照红灯笼轻轻晃，对白如东方。喜怕琴弦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我提吉时到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啦。手落笔，哀伤不分离。盼此生与君同朝夕，地久天长见你。出发。一双宿双栖，心相依。若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对抗外遇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崩裂，我会用父郎，我来接你回家，以后我会对你好，去哪里都将你带着，不离不弃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带我回家，记住，你已向我走来，接下的路我抱着你走便可。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八荒走遍，只因你读得懂我。
今夕却鸣啼绕心窗，常朝朝暮暮不相忘。岁月长，我只与你共守望。人海枯石，黯然风霜，伴君在身旁。地老天荒，不惧山高与水长。今日这般喜欢抱我呀？晚上会比较累，先休息好。一枝魂属落地，白首不分离。盼此生与晴空朝夕，地久天长结连理。一双宿双栖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婚宴还是在太子府办的，也算是尽力维持住了表面。因皇上在此，一个个正襟危坐，直到太子太子妃到来，安静的氛围这才打破。一阵阵高喝颂唱，苏锦很是耐心地拉着明觉再一次拜了天地。他是娶了这个男人，但也不会让别人有任何说辞。下方坐着的朝臣不由松了口气。太子妃果真样样出众，有才有貌，还这般识大体，太子真是让人眼红啊！他们家男儿怎么就没这运气？婚宴还未结束，苏锦便大步走进了婚房，推开门，背过身，咧开嘴，无声笑了起来。容他先笑会儿，肩膀一颤一颤，很开心。女人身子一顿，立刻敛住了嘴角，背着手走了过来。还行，也就一般般开心吧。男人拍了拍床榻，苏锦他朝外看了眼，故作正经道：不好吧，这天色尚早。你在想什么？苏锦刚坐下的身子立刻站了起来。我没想。暗搓搓朝人看了一眼，转身便要走。等着，看今晚怎么收拾他。然而走了几步没有走动，苏锦回头一看，男人修长的指尖捏着他的衣摆，深邃的眼眸定定地望着。要命了，这可就不能怪他辣手摧花了。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。明觉先是一愣，这个女人又陷入了幻想。很好，小模样甚得我心。切主大人满意就好。男人低沉的嗓音缓缓道来，那双满含笑意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。这能忍？他看了看天色，很是不悦。这老天是忘记关灯了吗？婚宴父皇会安排妥的，近来天色暗得很，今日已是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被人一把推下，长长的话语淹没在了气息之中。遇到的恰好是你，才让我动了心，无法装作不在意，只是你，只因你，只有你。画一个圆圈圈，装着你的绵绵丝丝，岁岁年年。画一个花好月圆，撑着我们两情相悦。画一个山高水长，永远牵着你的誓言。画一个幸福美满，守护着你到远远。你这么早吗？两人相处久了，不用问他都知道这个女人在想什么。刚醒，还未出门。苏锦小眼神一瞥，目光带着赞扬。他的小夫郎可真懂事儿。两人收拾妥当，苏锦带着男人前去给秦氏、严氏敬茶。秦姐姐别紧张，昨日都过来了。我不紧张，不紧张。待会儿要说点啥好呀？两人一阵嘀咕。犹是如此，当人端着茶水来到身前时，再多的话都张不开嘴。秦氏感觉想了很多，都记不清了，磕磕绊绊来了一句：好好过日子，愿你们以后都能互相守望，相伴到老。明觉笑着应是，紧接着2个大红礼包递了过来，过了心意。众人皆是松了口气，总算是顺利过去了。孩子们呢？被皇后带进宫里了，昨夜便留在宫中了。苏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
新婚夜哪能还想到其他的？明觉看了他一眼，苏锦见人已经娶回来了，也不隐瞒，挑了挑眉，很是嚣张的小声道：“其实你是我用3个崽崽和皇后娘娘换来的，如今你落在我手里，就别想着回去了。”他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宫内的崽崽们正四处晃荡着，各处皆有他们的身影，一鬼鬼祟祟的背影凑了过来，无助地向皇后殿内张望。几个小家伙想也没想，缩头缩脑跟了上去，同那人一起张望。他在看什么呀？有好瞧的，那把包也看看。明熙狐疑地往里瞧了片刻，见没人出来，只能作罢。他应该是没看错，那个老妖妇长公主回来了，心里想着这事情，也没注意身后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们本来就在这里呀。乖宝看见他的正脸，显然还记得他，迈着小步子走上前，挡在了最前方，向他扬了扬那满是肉窝的手。明熙他记忆犹新，只觉手腕一麻，往后背了背。苏锦母女真是他的克星，都喜欢打人手。这次可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是看到那个老妖妇回来了才。什么是老妖妇呀？把这个给忘了，千万别跟你们娘亲提了我也不认。几个小人满含同情的望了他一眼，默默的走了。他好像不太聪明，还是不问了。明熙咬牙追了上去，他们不听，他非要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那个女人很厉害的，她有保命符，父皇拿她都没办法，只能将人驱逐出京。说不定你们娘亲都得吃亏。听到娘亲要吃亏，仔仔终于回过了神，仰头道：“那她是谁啊？为什么你说娘亲要吃亏？那老妖……是当朝长公主，她的脸毁容了。你娘亲的百味方不是有一味祛疤的药丸吗？她不可能放过的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娘亲啊？我这不是和你们闲聊吗？好啦，我走啦。找苏锦，笑话，多多来不及呢。丝毫没给仔仔反应的机会，昂着头溜得飞快。皇后看着手中的帖子，随意的笑了笑，还是见了他。旭阳长公主半遮面容，一袭宫装华丽隆重，步履极慢，像是随时在宣示自己的身份。皇后轻飘飘看了一眼，便没再瞧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好像盯着手中之物看入了神，仿若未闻。旭阳深吸一口气，提声重复道：“旭阳参见皇后娘娘。”皇后似是才看到，语气很是随意：“是你呀？怎会无事来京城？滦州离此不近吧？”旭阳年轻时不懂事，多有得罪皇嫂，旭阳在此赔罪，还望……皇后摆了摆手，打断道：“有事求本宫。”是，旭阳想为这张脸向您求得药，还望皇嫂成全。本宫非医者，可帮不了你。说罢，起身就往外走，送客之意很是明显。旭阳虽知事情不会容易，哪想到会这般直接拒绝。太子妃有，只要皇嫂开口。皇后脚下一转，步步逼近，冷笑道：“哼，太子妃有，那也是他自己之物。本宫为何要帮你去要？看来你这理所当然将他人之物据为己有之态，多年来丝毫未变呢。哼！”说罢，看也不看，徒留人愣在原地。旭阳双手发颤，面色不甘，低着头，一言未发。苏锦手里拿着管家送来的贺礼册，随意地翻动着。明觉不知从何处爆出一把琴，指尖轻轻一拨，一道清脆的弦音发了出去。哇，你还会琴？男人勾唇一笑，没有言语，修长的双手轻轻抚过琴弦，来回拨动。苏锦双目一亮，他的琴音不似女子的婉转，很具气势，听得他只想提剑舞上一段。他起身走进房间，在出现时一把长剑随行。明觉抬头看去，眼中的笑意越来越深。
良久，苏锦一个横扫，顺势收剑，明觉指尖渐渐抬起，苏锦冲着男人竖起了拇指，真棒！你也棒。之前从未听你弹过，喜欢吗？自然，以后再来啊。好，只弹给你听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懒洋洋地坐在院中，悠闲自得，似是有说不完的话，一个愿意说，一个愿意听。不管他说到什么，男人仿佛都能接下去。你之前说的那集5格的汉光匕首，我全买回来了，都在你书房。以后还有什么就跟我说啊。好，我在太子府附近建了新宅，不久便能搬过去了。以后你上朝觐，我们可以两边住啊。日后我早些归家。你会讲故事，会弹琴，还会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，我便去学。仔仔们课业最近有进步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他们都聪明，像你。女人的话音越来越小，直到一道均匀的呼吸声传来，明觉弯起了嘴角，将人又往怀里拢了拢，微一动身，拿过披风轻轻掖了掖。他望着天边即将落下的夕阳，伴随道道余晖，笑意温暖而满足。真好。声音瞬间顿住，明觉轻轻摇了摇头，孩子们赶忙捂住小嘴儿，苏锦却已醒了，打了个哈欠，坐起了身。娘亲昨夜没睡觉吗？自然是睡了。这么急是有何事啊？孩子这才想起宫里的事儿，不慌不忙将明熙的话说了一遍。她是当朝唯一的长公主，你无需挂心，我会解决的。没事，你不用出手，这人来的正好，拿来刷刷分，太适合不过了。明觉看着女人双目发光，无奈一笑，随她玩吧。太子妃，这封拜帖是方才送来府上的，言道等您和太子定下时日来府上拜访。展开一瞧，瞬间了然。大梁的太傅丞相这么闲吗？明觉却是抬眼看了3个孩子，心中有了思量，他们是为孩子而来。早在御史乖宝是帝星那刻，他便想到了大梁，然而想到女儿日后会去他国，他如何也放心不下。罢了，女儿还小，顺其自然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要见吗？见，既然都来了，至少要问清缘由。毕竟还是轩辕老爷子家的大臣，也算半个熟人了。也不知老爷子近来可好？上次应下去大梁，他可是还记得。诸位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苏锦坐在一侧，任由男人询问。他夫郎似是有些介意大梁这群人，他倒是无所谓。乖宝他本就没当做娇滴滴的小女娃来养，如今孩子还小，日后的路他自己选去吧。我等前来是为我朝陛下所言储君一事。我朝陛下虽英明神武，博学广见，万民敬仰，堪称千古一帝。苏锦忍不住抬头朝人看去，这可真溜啊！这些史官在朝堂上最是无用，没想到这会儿竟是意外的合适。接着说呀，但这般雄才大略的陛下，竟以古稀之年，却无一子嗣。若哪日先去，我大梁将会大乱呐！丞相也默默朝他示意，再说点。闻大元太子、太子妃文韬武略，见多识广，正气凛然，助人为乐。不知对大梁未来储君一事，可愿？明觉面色紧绷，不发一言。苏锦却是听得津津有味儿，这都是人才呀！不知老朽有缘可见一见大元的3位皇孙殿下。苏锦朝着男人看了一眼，你决定。你们既已知道他们都是大元皇族的子嗣，这般行事就不怕日后再无大梁吗？相比大梁吴楚，是何人又有什么关系？殿下可知每年为储君一事以死明鉴之人有多少？如今陛下年事已高，若哪天突然，大梁无楚，朝堂不顾，民心不稳呐。明觉看了一瞬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毕竟孩子还小，一切皆无定论。孩子此刻正在做课业，不便打扰。好，太子殿下教育有方啊！皇孙这般小，竟已如此优秀，
课业定然是极其出色。名爵苏锦内心皆无奈，也就1/3出色吧，那2个随缘。孩子们小手都握着特制的笔杆，表情很是认真。大宝拖着肥腮，支撑着自己不要倒下的脑袋，手里的笔杆却握得紧紧的，是他最后的倔强。乖宝冥思苦想，直抓脑门，看着手中的册子，满脑子问号。这题爹爹说过，又好像没说。没关系，乖宝自己想，一定不会错。他抬眼看了看大宝，小眼神很不赞同。乖宝都要超过他了，还不知道努力，真替他发愁。二宝左右望了望，小小的叹了口气，真是辛苦爹爹了。他不动声色地挪了挪，点了点身前的册子。大宝猛地睁开了眼，眼神还带着懵。吃饭了吗？二宝小眉毛一拧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我们才刚进学。乖宝也看了过来。大宝，哇，娘亲知道你又偷懒，要生气的，你要跟乖宝学。他现在可认真了，弟弟每次都会盯着他的册子看很久，然后想好多词夸他呢。我一定很厉害。大宝朝着二人咧嘴笑了笑，埋头开始一通书写。苏锦过来看了一眼，见状满意的点点头。今日既然都这么乖，连大宝都没有打瞌睡。轩辕老爷子手下的几位大臣想要见见你们，可以吗？崽崽们虽小，却早已明示，很多东西苏锦都会问过他们。崽崽们一听是老先生国家的人，很爽快地应了下来。几位大人跟随太子进了孩子的院中，感觉有人走近，崽崽们身板挺得更直了，姿势标准的不得了，仿佛什么也吸引不了他们，一心课业。苏锦也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这是他家崽吗？要不以后每天都找一批人来参观？苏锦已在想这事儿的可行性，就是不知能维持多久。不明缘由的大梁众人满含赞扬地看着3个孩子，眼睛不住地瞧。他们的储君殿下也太好学了，不管是哪一个都错不了。瞧，他们走来都没有丝毫察觉，这得是多认真。这么大的孩子太是难得，少见呐。离他最近的是二宝，这已经顾不得其他，惊讶道：你能看懂？懂，爹爹有教。太傅随口便问了几句，双目大亮，几位大人皆被引了过来。二宝早已被父皇看中，日后不用多说，众人皆是明白。大元真是让人羡慕啊！不过还好，还有2个呢。这随意看的孩子都这般厉害，那其他2个定是差不离。